改编自南派三叔同名原著，精品多人有声剧《盗墓笔记》第1卷《七星鲁王宫》第1集。50年前。何方街西林印社，午后阳光温暖，店里如往常一样生意清闲。吴邪悠闲地打开了爷爷的笔记，思绪也跟随着笔记中的故事，回到了50年前。长沙彪子岭。4个土夫子正蹲在一个土丘上，所有人都不说话，直勾勾盯着地上的洛阳铲。铲子头上带着刚从地下起出的旧土，离奇的是，这抔土正不停地向外渗着鲜红的液体，就像刚刚在血液里浸泡过一样。4人中年纪最大的老头长呼了一口气，把他的旱烟在地上敲了又敲。这下子啊，麻烦大的嘞！下面是个血石，搞不好我们这几个啊，都要交代在下面的。哎呦，大爹爹，你下不下去了？要得要不得，你讲句话啊，七里八里的。哎，你说你个老爹爹，你腿脚不方便，你就别下去了。我跟我弟2个下去，管他什么东西，直接给他来一锄子。你这个独眼老二啊，多跟你丫老子学一下喽。我说大福子，你屋里头二伢子还是聊天的，讲话不过脑子啊，搞不好的什么时候就把自己搞死的嘞。也要多教育教育啦。我们这个买卖啊，不是有子瞎子泡就能够万事大吉的。你这货色，你何是跟老太爷干法的咯？老太爷讨土的时候，你他妈还在你娘肚子里呢！我哪里说错了？老祖宗都讲了，这确实就是个好东西啊，下面宝贝肯定有不少。你不下去，那不便宜别人了？你他娘的还敢顶嘴呀、看我不打死你！打不得！你这个当爹的也真的是，就知道是打来打去啊，也不看看现在在什么地方嘞。你做细伢子的时候啊，不还是一样的？这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大爹爹，你敲我干什么？你笑个屁呀你呀！碰到血石可大可小。上次你二公就是在洛阳挖到这个东西，结果现在还疯疯癫癫的。你个细伢子，嘴上毛都没有，做事情毛里毛糙，嫌脑袋多是吧？哎呀，到底是要的还是要不得嘛？那要还是要的嘞。等一下，我先下课，你们丫老子跟在我后面。二伢子，你带个土耗子殿后。三伢子你就莫下课的，4个人想退都来不及退，你就拿着土耗子的尾巴，我们在里面一喊，你就把东西拉出来。大爹爹，我不依，你们偏心，我告诉我娘去。你看了，你看了，三伢子手痒的啦，还不想留在上面嘞。大爹爹，哎呀，莫闹的啦，大家等一下，给你摸把筋道道，晓得吧？我不要你摸，我自己非摸。这二哥，他，你可是猪，还在这里讨教还教了，你招呼老师动手啊！
年纪最小的少年看样子平时挨了不少揍，一看他二哥真火了，就吓得不敢吱声了，指望着他爹求救。怎料他爹已经去收拾家伙了。哎呀，二伢子，弄出什么东西了？抄家伙了！来了！大胡子说完，一把旋风铲舞开了。半个小时后，盗洞被打得深不见底，除了老二不时上来透口气，洞里连声音都听不清楚了。老三有些等得不耐烦。大姐姐，你们挖船的没有了？不晓得，你站在上面站好，把绳子扯好。听这声音，要等紧。随后就是死一般的沉寂。老三一人在上面洞口守着，他担心下面有变故，吓得不敢说话。老三不敢怠慢，猛一蹬地，揪住土耗子的尾巴就往外拉。刚拉了几下，突然绳子一紧，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咬住了，竟然有一股反力把绳子向盗洞里拉去。老三根本没想过还会有这种情况，差点就被拉到洞里去。他急中生智，一下子把尾巴绑在自己腰上，然后全身向后倒去，后背几乎和地面成了30度角。这个是他在村里和别的男孩子拔河的时候用的招数。这样一来，他的体重就全部吃在绳子上了，就算是一匹骡子，他也能顶一阵子。果然，这样一来，他就和洞里的东西对峙住了。双方都各自用力，但是都拉不动分毫。僵持了有10几秒，就听到洞里一声匣子炮响。老三，快跑！第2集，血尸。就在这时，老三觉得绳子一松，土耗子嗖的一声从洞里弹了出来，好像上面还挂了什么东西。老三顾不了太多，一把接住土耗子，扭头就跑。他一口气跑出2里多地，才敢停下来。他掏出怀里的土耗子一看，顿时吓得大叫。土耗子上勾着一只血淋淋的断手，而这手他一眼就认了出来。是二哥，不行，我得去救他们，老三虽然总被他二哥欺负，但是兄弟之间的感情很深。一想到这次可能真的出大事情了，他脑子一热，就想豁出去救他二哥和老爹。可刚一回头，突然看见背后的芦苇丛里蹲着个血红的东西，似乎正直勾勾地看着他。这老三也不是个2流货色，平日里跟着老爹大浪淘沙，离奇的事情见过不少，知道这地底下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最重要的是不要大惊小怪，要随机应变。管他黑熊白熊的，一梭子子弹打过去，打烂了也就没什么好怕的了。想到这里，他把心一横，一边后退，一边已经把匣子炮攥在手里，开了连发。只要那个东西有什么动静，我就先给他劈头，来个暴雨梨花。
这时候，那血红的东西竟然站起来了。老三仔细一看，顿时觉得头皮发麻，胃里一阵翻腾。那分明是一个被剥了皮的人。他咬着下唇，拔出腰间的长马刀，想去捅一下这东西，看看到底是什么。还没弯下身子，那怪物突然就一个躬身扑了过来。老三看到眼前红光一闪，再想避开已经晚了。电光石火之间，他双脚一滑，顺势向后一倒，同时匣子炮整一梭子子弹全部近距离打在了那东西胸膛上。那东西一下子被打得血花四溅，向后退了好几步，摔进了草丛里。老三心中暗喜，再一回手，对准那东西的脑袋，一扣扳机。糟了，竟然卡壳了！这把老匣子炮是当年他二爷爷从一个军阀的墓里挖出来的，想来也没用多少年月。可惜这几年跟着他爹到处跑，也没工夫保养，平时开枪的机会少之又少。谁知道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卡壳了。这真是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那老三也真不简单，一看枪不好使，便抡圆了胳膊，用吃奶的力气把枪砸了过去。也不管砸没砸到，扭头就跑。这一次他连头也不敢回了，看准前面一棵大树就奔了过去。这个家伙应该不会怕树吧？我上树上躲着去。可突然脚下一绊，老三一个狗吃屎扑了出去，整张脸磕在一树墩上，顿时鼻子嘴巴里全是血。他狠狠一巴掌拍在地上，心里那个气呀，怎么点儿就这么背？这时候后面风响起来了，知道阎王爷来点名了。死就死吧！老三把心一横，索性就趴在地上不起来了。没成想，那具血尸好像没看到他一样，竟然从他身上踩了过去。那血淋淋的脚板在他背后留下了一个印子。这血尸出奇的重，一脚下去，老三觉得嗓子一辣，胆汁被踩得吐了出来。怎么这么痒啊？一阵奇痒从他的背上传来，眼前马上朦胧起来。他意识到自己中毒了，而且毒性还非常的猛烈。恍惚间，他看到不远处的地方，从他怀里摔出去的他二哥的断手，手里好像还捏着什么东西。他用力眨了眨眼睛，仔细一看，是一块薄帕。二哥拼了命想盗出的东西，肯定不是寻常东西。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我怎么都得把这个东西收好了。万一我真的死了，他们找到我的尸体，也能从我的身上找到这个东西。那二哥我的手也不算白断掉了，我也不至于白死。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艰难地爬过去，用力掰开他二哥紧握的手，把那薄帕从掌心里拿出来，塞进自己的袖子里。这个时候，他的耳朵也开始嗡嗡作响，眼睛就像蒙了一层纱一样，手脚都开始凉起来。按他以往的经验，现在他裤裆里肯定大小便一大堆。种尸毒的人
都死得很难看，希望不要给隔壁村的二妹子看见。他昏昏沉沉地胡想着，脑子已经不怎么听使唤了。这时候，他又开始隐隐约约地听到他在盗洞口听到的那种咯咯的怪声。这个声音怎么和刚才在盗洞口听到的不一样啊？老三隐约察觉到有一丝不对，刚才和血尸搏斗了那么些时候，也没听到他叫过一声，现在怎么又叫起来了呢？难道刚才那只并不是血尸？那刚才看到的又是什么东西呢？可惜这个时候，他基本上已经无法思考了。他条件反射地抬起头来看了一下，老三隐约觉得一丝不对，他条件反射地想抬起头看一下，却只见到一张巨大的怪脸正俯下身子看他。第3集，50年后。吴邪的思绪被敲门声打断，他合上爷爷的笔记，打量了一下对方。你这里收不收拓本啊？这人样子古古怪怪的，似乎有什么特别的来意。收，不过价钱收不高哈。吴邪做这一行挺有天分，也就不在乎临时的生意。古玩市场大部分的交易也的确都是私底下进行的，面上的也就是小打小闹，没多少钱赚。哦，我先看看哈。这里不是超市，如果没好东西的话，我也不收哈，还不如看书了。明白。那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吴邪看对方一副逛超市的样子，有点不耐烦。做古董这行，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平日里清闲惯了，最讨厌伺候那些一知半解的客人。这里不负责介绍，这些古董每一件背后都有个故事，要真说起来，没有个把天还说不完。要每个客人都往这里来要老板介绍，生意都不用做了，不如直接开个茶馆好了。隔壁还有很多家，请到隔壁去看看。哎呀，那我想打听一下，这里有没有战国帛书的拓本？就是50年前长沙那几个土夫子盗出来的，又被一美国人骗走的那边。你都说被美国人骗走了，哪里还有？找拓本当然是去市场里淘，哪有指定了一本去找的？怎么可能找得到？我听说你有门路，我是老杨介绍来的。老杨，他不是前年就进耗子里了吗？怎么把我供出来了？那眼前这家伙不会是个公安吧？哪个老杨？我不认识。哎呀，我懂。你看啊，老杨说你一看这个就明白了。嘿嘿嘿。这人龇牙一笑，露出一颗大金牙，接着从怀里掏出一只手表。这只手表是老杨当年在东北的时候，他初恋情人送给他的。他把这表当命一样，一喝醉了就拿出这表，边看边娟儿啊丽呀的叫着。可一问他那老娘们到底叫什么，他想了半天，竟然哭了出来，说他给忘了。老杨肯把这表给这个人，说明这人确实有些来头。可我怎么打量这人都觉得面目可憎，不像什么正经人。
但是老痒介绍的，况且人家都找上门来了，还是爽快点说话好。这爷，那就算你是老痒的朋友，找我什么事情？啊？是这样啊，我一个朋友在山西带回点东西，想你给我看看那是不是真的。这鸟人该不会是个盗墓的吧？大概有好东西拖出来没见过，想找人估价。他娘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竟然还有敢到正规古玩市场跑堂子的。哎呀，不过这种人一般都是亡命之徒，能不得罪还是不得罪的好。看你一口京腔的，你北京的大土把子到南方来找我咨询，太抬举我了吧？北京有多少好手？恐怕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哎呀，都说南方人精明，果然不假。看你年纪不大，倒也看得很通透啊。说实话，我这次来啊，确实不是找你的。我呢，想见见你家里老太爷。听到这儿，吴邪心里一震，脸色一下就变了。找我爷爷？你有什么居心？哎呀，你家老太爷当年在长沙彪子岭盗出战国帛书以后，是否留有1、2份大本呢？我朋友只想知道，与我们手上这一卷是否一样。阿毛，他话还没说完，吴邪就对着边上打瞌睡的伙计吼道：“送客。”别这样，这怎么说着说着就要赶人呢？你来太晚了，我家老爷子去年已经西游了。你要找他，回去找棵歪脖子树上吊，兴许还能遇见。当年那件事连中央都惊动了，那是大事，让你把旧账给翻出来，我家里还能有好吗？走吧，走吧，走吧，别说了，走吧。这不行！哎，你让我再说句话，让我再说句话哎！第4集，战国帛书。哎呀，别介，你看你这，哎呀！吴邪下了逐客令，大金牙却死活不肯走。他凑到吴邪身边，一脸贼笑，将手揣进了怀里。哎呀，老爷子不在了也不打紧啊，我也没说怎么着啊，好歹你也看一看我带来的东西，你也卖老痒一个面子不是？这皮笑肉不笑的，看样子不给他看一眼还真不肯走。算了，就当卖老痒个面子，他出来的时候也不用被他埋怨。看看就看看，是不是我可不敢说啊。战国帛书共20余卷，每卷各不相同。吴邪的爷爷当年踏下来的那篇，只是其中很短的一部分，但是又极其重要。现在，也就是吴邪手里有几份拓本当压箱底儿的宝贝，市面上有钱也买不到。这时，只见那大金牙从怀里掏出一张白纸。靠，还是个复印件。哎，那是啊，那宝贝哪能揣着到处跑啊？一抖了就碎。要不是我路子广，这东西早跑到国外去了。嘿嘿，也算是为人民服务啊。哈哈，看你那样子不就是个倒斗的吗？我看你是不敢出手，这是国宝，你脑袋不想要了？哎呀，也不能那么说啊，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道道。想你家老爷子当年在长沙做土夫子的时候，那也是威名远播。你要再提我爷爷，我就不看了。好，咱打住啊！哎，你快点给我瞅瞅，我也好快点跑路啊！吴邪展开那白纸，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保存完好的战国帛书，但并不是他爷爷当年盗出来的那份。这一份虽然年代也比较久远，却应该是后几朝的赝品，也就是说，是古董赝品。这么个身份很尴尬的东西。
这应该是个汉代的赝品。怎么说呢？你说它是假的，也不是假的；说它是真的，也不是真的。鬼知道这是照本磨的还是胡编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那这是不是你爷爷盗出来的那份？实话和你说吧，我爷爷盗出来的那份，他自己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就被那美国佬骗去了。你这问题，我实在回答不了。哼，忽悠你还不容易。哎呦，那还真是不凑巧。看这样子，不去找那个美国人，恐怕还真没指望了。怎么，你们怎么就这么在意这一卷？这也太奇怪了。这古籍的收藏都是看缘分的，想把一套20卷战国时期的古籍都找到，那也未免太贪心了。嗨，小兄弟啊，不瞒你说，我还真不是倒斗的。你看我这身子骨哪儿够折腾啊，是不是？不过我那朋友的确是行家里手，我也不知道他卖的是什么关子。总之，人家有人家的道理啊，咱也不好多问，对吧？啊，先走一步了。大金牙头也不回就走了。吴邪低头一看，那张复印纸还在他手里呢。好家伙，这纸上的图案真瘆人。纸上一张狐狸一样的人脸图案赫然浮现，两只没有瞳孔的眼睛很有立体感，好像从那纸上凸了出来一样。这份帛书我从来没见过，应该是一份真品。等老痒出来，就用这复印件做几块假的拓片，也够我乐。这么想着，吴邪急忙跑到门外张望了一眼，看到那金牙老头正往回赶。他肯定是回来拿这东西的。吴邪忙跑回去，拿起数码相机，赶紧把他给拍了下来，然后拿起纸走出门外，迎面碰上大金牙老头的鼻子。小兄弟，哎呦，你东西忘了？唉，又是毫无收获的一天。9点，祭宴皇上。是三叔发的暗语，有新货到了。龙脊杯，速来！连三叔都觉得是好东西，那我必须要见识一下。吴邪的三叔吴三省眼光奇高，这龙脊背就是有好东西的意思。吴邪迫不及待地关好店门，开着一辆破旧的金杯车，直奔他三叔那里。我倒要看看你所谓的好东西是什么。对了，也得让他看看我今天拍到的帛书上的图案到底是什么。毕竟，他是这一代人中唯一还和土夫子有接触的人。第5集，古墓地图。吴邪驱车前往吴三省家中的路上，回忆起自己做这一行的渊源，那还要从他的爷爷开始说起。吴邪的爷爷是长沙土夫子，也就是盗墓贼。他爷爷入这行的原因一点也不出奇，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世袭的行当。吴邪太公的太公13岁那年，华中一带闹旱灾，那年代一闹旱灾就起饥荒，人们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现在连草根、树皮都被我们吃光了，以后可怎么办了？是的嘞，这
现在长沙的边边角角里边什么都没有，怎么搞了？是什么都没有，但我们这里古墓多了。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木吃木，不如我们全村人一起倒头算了。那几年，长沙一带不知道有多少人饿死，可就是他们那个村一个都没死，靠着用挖出来的东西跟洋人换粮食吃，一个个都吃得油光满面的。再后来时间长了，盗墓这东西和其他东西一样，也有个文化的积累。到吴邪爷爷那辈儿，甚至已经有了行规、门派之分。哎，我们南派啊，擅长洛阳铲探土啊，高手只凭鼻子就可以断定深浅跟朝代了。洛阳铲，我们北派根本不欠用，光凭经验就能寻龙点穴，判断陵墓的结构跟位置。行，你们不实在了，活场子太多了。盗个墓搞这么多名堂啊，进去拿东西就走啊，还有一口二口，是不是？对的啦，你们南派无规矩不讲究，连死人都不记。两大派系多次闹到要火并的地步，到最后，两派终于划长江而治，北派叫倒斗，南派就叫淘沙或是淘土。而吴邪的爷爷在长沙彪子岭的那老三，就是南派的风云人物。吴邪的爷爷不认识字，后来进了扫盲班，那时候他只会淘沙，学个字差点把他给折腾死。也多亏他有了文化，才把当年那些事情一个字一个字记录在他那本老旧的笔记本上。吴邪的奶奶是个文化人，大家闺秀，就是被他爷爷的这些故事所吸引。结果吴邪的爷爷就入赘到了杭州，在这里安了家。这笔记算是吴家的家传宝贝。吴邪爷爷的鼻子在那次的事情后就彻底废掉了，也没再提过二爷爷、太公和太太公的事情。再后来，他爷爷训练了一条狗来稳土，人送绰号狗王。吴邪，你小子快点儿！磨个半天，现在来还有个屁用！靠，不是吧，三叔？说好的好东西要留给我，你卖的也太快了。正说着，一个年轻人从吴三省家里走了出来，身上背了根长长的东西，用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一看就知道，应该是一把古兵器。这东西的确值钱，要是卖得好，价格能翻10几倍。这吴三省点点头，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难道我的小摊子今年真的要破产了？吴邪上了楼，自己搞了杯咖啡，把今天那金牙老人跑来刺探的事儿和三叔一说，没想到三叔好像变了个人一样，沉默不语。吴三省直接把数码相机里的东西打印了出来，放在灯下一看，他脸色立马就变了。我本来还以为你会和我同仇敌忾呢。怎么了？这东西有什么蹊跷？不会吧？这好像是张古墓的地图啊！地图？第6集，字画中的秘密。吴邪看看上面满是文字的帛书打印件，又看看三叔的表情，觉得对方不像是在开玩笑。三叔，
难道你已经超脱到能从字里看出话来的地步了？怎么看，这个平日里吃喝嫖赌的老不正经，也不像有什么心根的样子。不得了，不得了！这些人从哪里搞来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我就从来碰不到？这次真是造化了。哎，看样子他们还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我们可以赶在他们之前，把这波沙子给淘了。三叔，也许我是笨了点儿，可你真能从这么小的字里看出地图来？你懂什么啊？这叫字画。你看，就是把那地方详细的地理位置用文字写出来。这东西如果是别人还真看不懂，幸亏你三叔我还有点阅历。这世界上能看懂这玩意儿的，除了我之外，恐怕不超过10个人。吴三省头也不抬，仔仔细细看着手里的帛书。在吴邪眼里，他三叔没什么其他本事，但是从小对那些稀奇古怪的非正统的古代文字和暗语非常有研究。一句话概括，就是什么东西生僻他就研究什么。像什么西夏的五木殊图、女真最早的伢字，他都能说出个道道来。所以他能知道这个什么劳什子的字画，吴邪倒是一点也不惊讶。照三叔这种得了便宜就卖乖的性格，我在他面前还得装笨，不然他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哦，那上面是不是写着向左走，然后向右走，然后前面大树向右拐，看见一口井，然后钻下去，这样？哎呀，如此不可教也！哎，你的悟性这么差，看样子我们家到你这一代就玩完了。那你说是怎么样的？我爹又不教我，这东西又不是天生的。哎，也对。来吧，咱们看看这画。你看啊，这些字画其实是种密码，它有严格的格式，只要把里面写的东西按照它的格式画出来，就是一幅完整的地图了。所以啊，你不要小看这区区几个字的帛书啊，不知道里面的信息有多复杂。说不定呀，连哪里用了多少块砖都标得很清楚。从小到大，家里也没让我出去倒个石头，这一次定然要让三叔带我去见识一下，摸几个宝贝，也好度过我的经济危机。哎，那你能不能看出里面写着是谁的墓，或者是不是比较有来头的主？我现在不能完全看懂，不过这个墓穴应该是战国时期鲁国一个贵族的。光看他的墓穴所在地被人用这种隐秘的字画方式记录在这张帛书上，就说明此人的地位应该相当高。而且这个墓地必然十分隐秘，是个好斗，一定值得一去。怎么，三叔，你平日里门都懒得出，怎么这次打算亲自去淘这波沙子？这你就不懂了吧？嘿，和你说啊，这唐宋元明清，那斗里面是有宝贝，不过啊，最多只能说是巧夺天工。但是战国那时期的皇族古墓年代过于久远，你永远估计不到那里面有什么东西。战国墓可是出神器的地方，那可都是人间没有的东西。你说我能不想见见吗？啊，你就这么肯定？说不定里面啥都没有呢。不可能，你没看这图案吗？啊，这张诡异的狐狸脸，这是鲁国最早举行人生祭祀时戴的面具。这墓里埋的一定是身份很特殊的人，可能比当时的国君还要尊贵。国君他爹，我跟你说了也是白说。哎，嘿嘿，三叔，你别急着收起来。怎么说这东西也是我搞来的，这次
你怎么样也要带我去见识一下。不行，逃这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个地方可没空调，还机关重重，可能随时要歇菜。你是你爹的独苗，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非让你爹给扒了皮不可。那拉倒，就当我没来过。吴邪说着，就把那纸从他三叔手里猛地抽出来，转头就走。哼，我还不了解你，一旦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一点原则也没有了。看到古董是，看到女人也是。我可是早就吃准了你这一点。你等会儿啊！你等等，你回来！你果然，吴邪假意往前走了几步，吴三省就投降了，追上来一把拉住吴邪。好，你厉害。不过咱可说好了，我们下盗洞的时候，你可得待在上面，这样总行吧？到时候我要下去，你还能拦得住我？一句话，出门在外全听你的，你让我干嘛我干嘛。我们2个人还不成事，我明天再调几个有经验的伙计过来。这几天我就解这张字画，你得帮我去置办些东西啊。那我给你写下来。你呀，就按照这些去买啊，千万别买了假货啊！还有，准备套旅游的行头，不然还没到地方，我们就先被拘留了。没问题。分体式防水矿灯，螺纹钢管，考古铲头，多用军刀，折叠铲，短柄锤，绷带，尼龙绳。三叔这个老狐狸要的东西也太刁钻了吧，都买齐了不得好几万？难道是想故意为难一下我？第7集，瓜子庙。3天后，吴邪一行人出发了。吴三省带着他那2个逃杀的伙计，块头大胆子小的叫大奎，块头小心细的叫潘子，还有那天抢了龙脊背货色的帽衫小伙子，叫什么不知道。5个人到了山东瓜子庙，再往西100多公里的地方，他们跟着一位老向导，先是坐长途汽车，然后是长途中巴，接着是长途摩托，再然后是牛车。最后从牛车上下来的时候，前看后看，左看右看，什么都没有，只看到前面跑来一条狗。哎，这地方还真就只是一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向导老爷子，下一程咱骑这狗吗？恐怕这狗够呛吧？哎呀，不会，这狗啊是用来报信的。这最后一程呢，什么车都没有，得坐船。这狗会把那船带过来。这狗还会游泳？游得可好了，游得可好了。啊，驴蛋蛋，去游一个看看啊！这狗跟人似的，真能听懂啊！游一圈就上来了。现在还太早，那船工肯定还没开工，咱们呀先歇会儿，抽口烟啊。下午2点还没开工，你这船工是什么作息时间啊？我们这儿啊，就他一个船工，他最厉害，什么时候起来就什么时候开工，有时候1天都不开工，能把人急死。没办法啊，这和珅爷只卖他面子，
别人只要一进那山洞，就肯定出不来，就他没事儿。要是你们会骑骡子，我们就能从山上翻过去，再一天也能到。不过你看你们带这么多东西，我们全村的骡子也不够你们用的。吴三省一听到山洞，马上来劲儿了，拿出翻译好的地图。这地图他一直当宝贝一样，看都不让吴邪看一眼。他一拿出来，大家马上凑过去看，只有那帽衫小伙还是一言不发地坐在一边看着天。吴邪心中暗暗嘀咕：三叔的2个伙计很好相处，都是实在人，就这人一路上连屁都没放过一个，像个闷油瓶。天又不会掉下来，有什么好看的？真讨厌！三叔把他带来干什么？有山洞，还真是个河洞啊！就在这山后面。哎，怎么着，老人家，这山洞还能吃人？哈哈哈，那都是上几代留下来的话了。哎呀，我也记不清楚了。那河道没通的时候，村里人都说里面有蛇精啊，进去的人一个都没出来。后来有一天，那船工的太爷爷从那洞里撑了只船出来，说是外面来的货郎啊。你说这货郎哪有扛着只船到处跑的嘛？大家都说啊，他是蛇精变的。他太爷爷就大笑，说这船呐是他在隔壁村买的，不信可以去隔壁村问。他们跑去一问，果然是这样，别人才相信，还以为那洞里的妖怪都已经没了。结果啊，几个胆子大的年轻人去探洞，又没出来。从那以后啊，只有他家的人能够直进直出。你说古怪不古怪啊？后来啊，他们家就一直做这一行，一直干到现在。那狗没事吗？不是用它报信的吗？哎呀，这狗也是他家养的，别人家那别说是狗了，牛进去都出不来呀。这么古怪的事情，政府就不管？那也要说出去有人信才行吧。于蛋蛋，蛋蛋，哎，过来。不会吧？难道那洞里有那东西？我闻闻。这狗多久没洗澡了？想选你三叔，你还嫩着呢。看到吴邪这狼狈的样子，那名叫潘子的伙计被逗笑了。这死狗怎么这么臭啊！这狗啊，是吃死人肉长大的，那是个尸洞，难怪要等合适的时间才能过。那船工小时候恐怕也是……不会吧？这话一出，连一直没出声的小哥脸色都变了。三叔的另一个伙计是一个大汉，大家叫他大奎，他的块头都快和拉车的牛差不多大了，胆子却很小。那尸洞到底是什么东西？进去会不会出事啊？不知道。前几年我在山西太原也找到过这么一个洞，那里是日本人屠杀后堆尸的地方。凡是有尸洞的地方啊，必然发生过屠杀，这个是肯定的。那时候啊，看着好玩，就在那里做实验，把狗啊、鸭子啊放在竹排上，然后架上摄像机，推进去。那洞最多1公里多点儿。我准备了足够长的电缆，可是等到电缆都拉光了，那竹排都没出来，里面一片漆黑的，不知道竹排飘到了什么地方去了。后来呢，就想把竹排拉出来，才拉了没几下，竹排突然就翻了，然后就怎么？
最后只看到半张脸，离屏幕太近了，看不出是狗还是什么东西。要过这种洞啊，古时候都是一排死人和活人一起过去的。要是活的东西呢，进去就出不来。不过，听说山西那一带有个地方的人，从小就喂小孩吃死人肉，把湿气啊积在身体里，等长大了呢，就和死人没什么两样了，连鬼都看不到他。哎，老爷子，你们那船工是不是山西过来的？不晓得呀，那是他太爷爷那时候的事儿了，都不是一个朝代的人了。哎，喂，驴蛋蛋，去把你家那船领过来。去，去。眼看那狗往山后面游去，三叔对潘子使了个眼色。潘子偷偷从行李里取出一个背包，背在身上。那个在一边坐着的年轻人也站了起来，从行李堆里拿出自己的包。潘子走过吴邪身后的时候，悄悄提醒了一句：“是个老弟儿有问题，当心。”第8集，水盗洞。这一路过来，凶险的事情不少。吴三省带的伙计跟三叔好多年了，吴邪对他们非常信任，所以潘子一提醒，吴邪心里立刻就有数了。大奎也朝着吴邪使了个眼色：“你就坐后边，有什么动静都别探头看。”我凭什么探头啊？你大奎一拳就能把一头牛打懵，潘子就更不用说了，退伍老兵，一身的伤疤。俺三叔从小就是个打架不要命的角色，还有那不吭声的闷油瓶，怎么看也不像个善类。而我自古书生最无用，三叔硬塞给我的军刀我都觉得太重，怎么用怎么别扭。我还是再找个什么东西防身吧。走，船来了。这时，驴蛋蛋游了回来。向导老头站起身来，看了看山那边。果然，2只平板船一前一后从山后驶了出来。前面的船上站着个中年人，一边撑船一边吆喝：“来了！”好，这船还真不小啊，装我们几个加上装备是绰绰有余了。各位啊，行李就不用拿下来了，我把牛和车呢一起拉上第2只船，我们就坐第1只船，省点力气啊。有些东西见不得水，还是随身带着好。等一下那牛跳水里去，那我们不就歇菜了吗？你说的也是个理儿，不过俺这牛也不是水牛，绝跳不到水里去。那要是跳下去了，我老汉帮你们都捞上来，一件也少不了你们的。向导老头牵着牛走到渡头上去，吴邪他们各自背着自己的随身行李跟在后面。那中年人船撑得很麻利，几下就到了岸边。在老头子赶牛上第2只船的时候，吴邪打量了一下那撑船的中年人，皮肤黝黑黝黑的，极其普通。总觉得这人看上去阴森森的。三叔说他吃过死人肉，是真的吗？哎呀，真是越看越恐怖。等一下，各位到洞里的时候啊，千万小声说话，不要惊动河神，特别是不要说河神的坏话啊。大概多长时间能过那个洞啊？快的话嘛，5分钟就过去了，里面水很急，快得很。怎么，还有慢的时候？是，有时候这水是逆流的嘛。你看我刚才是顺流出来的，那现在我们肯定是逆流进去，那时间就长了，估计要15分钟啊。
有几个弯还挺险的。哎，那里面亮不？嘿嘿，黑灯瞎火的，怎么可能会亮？里面漆黑一片。不过我撑了10几年的船了，这几篙子用耳朵就行了。那我们打个手电行吧？总不碍事吧？不碍事，不碍事。哎，千万别照水里啊，吓死你们呐！怎么，有水鬼啊？啊？切，那水鬼算个啥呀？这水里的东西，我可不敢说是什么。你们要是胆子大嘛，待会儿就看一眼。哎，记得看一眼就得了。这个运气好，就会看到一团黑水；要是运气不好啊，看到的东西啊，能把你们吓疯过去。吓疯？应该不至于吧？我们好歹见过些世面的，进去瞧瞧就知道了。众人说着，已经来到了洞的附近。这洞藏在山壁后面，在岸上的时候一直看不到，总把它想象成一个大洞。但实际一看，没想到这洞其实很小，小到刚比这船大了10几厘米。最恐怖的是它的高度，人坐着都进不去，要低下身子才能勉强进去。逼仄的空间让吴邪感到不安。这么小的空间，如果里面的人要暗算我们根本活动不开手脚。靠，这洞也忒寒碜点了吧？这还算大的，里面有一段还要低呢。这么小的洞，要是里面有人打劫我们，这不是想逃都逃不掉。这话一说，撑船的中年人对着向导做了一个很不明显的手势。向导老头子脸色立马一变，而这一切都被吴邪看在了眼里。他眉头一紧，果然有问题。一阵呼啸后，船驶入洞中，潘子打开了矿灯。这洞刚进去这段还有光亮，但是很快就只剩下这矿灯了。大奎也看出了些端倪。三爷，这洞不简单啊，这是水盗洞啊。水盗洞，古元净方。这个洞有些年头了，看样子这洞应该另有乾坤。三爷，这船夫看着花的使劲儿，可篙子一点水都没沾。哎呦，看样子这位有些来头啊。说的不错，听说这整座山啊，就是座古墓。这附近这样大大小小的水盗洞还真不少啊，就这个最大最深呐。你们也看到了，恐怕那时候水还没有这么高，那时候应该还是个旱洞吧。第9集，虫子。看样子你也是个行家啊。什么行家呀？我也是听以前来这里的那些人说的，听得多了嘛，也就能说上2句了，也就知道这么点浅显了。哎，你可千万别说我是行家啊！吴三省和船夫一来一回，一旁的潘子和大奎也跟着附和，气氛看上去十分融洽。可他俩早把手按在自己的刀上，而帽衫小哥坐在船头，眼睛死死地盯着水面。吴邪则是坐在船尾，偷偷观察着船夫和向导老头的一言一行，每个人心里都绷着一根弦。我们有5个人，他们只有2个人，要真的动起手来，也不见得会输。但是他们既然敢动手，那肯定是有什么周全的准备。哎，大侄子，那……嘘，听，有人说话。那小哥突然抬起手来，吴邪他们马上屏住气息，
果然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从洞的深处传来。吴邪忍不住扒了旁边的小哥，哎，这是什么声音？啊，算了，问你也是白问，还是问问船工。吴邪一扭头，船头哪里还有船工的影子？再一回头，那向导老头也不见了。盘子，他们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没听见跳水的声音。刚才一听到声音，人突然就走神了。糟了，我们身上没湿气，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哎，盘子，你在越南打过仗，你有没有吃过死人？开玩笑，三爷，我在炊事班的时候天天刷盘子。哎，大奎，你不是说你家老早是卖人肉包子的吗？你小时候肯定吃了不少吧？放屁，我瞎掰的。再说了，这人肉包子也是卖给别人吃的，也谁卖人肉包子自己拼命吃的？停停停！你们3个人加起来150多岁了，丢不丢人啊？水里有东西！潘子忙拿起矿灯往水里一照，大家借着灯光，就看到水里一个巨大的影子游了过去。大奎吓得脸都白了。没出息，卡的啥呢？人家俩小孩都没吭声，跟了我这么多年，吃屎去了？我的娘啊！三爷，这东西也忒大了，咱几个恐怕都不够他开饭的呀！呸！我们这里要家伙有家伙，要人有人。我吴老三淘了这么久的沙子，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你没事少在这里给我放屁啊！大奎本来是坐在船舷上的，现在屁股已经挪到船中间来了，好像怕水里有什么东西突然窜出来把他给叼走。潘子也吓得够呛，不过对他来说，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震撼。在这么狭窄的一个空间里，水下掠过这么巨大的一个东西，一时间所有人的脑子都抽筋了。这也不奇怪。三爷，这洞里古古怪怪的，我心里瘆得慌。有什么事情咱们出去再说，怎么样？对，盘子说的对啊。吴邪心里也巴不得出去，但他到底是他三叔的本家，怎么也要等长辈表了态再发言。这个时候，三叔竟然看向那个小哥，好像在征求他的意见。奇了怪了，以三叔的个性，天王老子都不放在眼里，如今怎么对这个小子这么忌惮？吴邪转过头去看那小哥怎么表态，却发现他根本没在听大家说话，而且本来木然的像石雕一样的表情已经不见了。他2只眼睛直盯着水里，好像在聚精会神地找什么东西。潘子，这家伙什么来头？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人有2下子。你看，那手要多少年才能练成那样？之前还真没注意，他的中指和食指长得真是过分了。等等，这是双指弹动。吴邪是在爷爷的笔记中看到过相关的记载，双指探洞正是古时候发丘中郎将双指探洞的功夫。那发丘中郎将里的高手，中指和食指稳如泰山，力量极大，可以轻易破解墓穴中的细小机关。要练成这么一手绝活，非得从小练起不可，过程必然苦不堪言。就在吴邪还在想着到底他的手有什么能耐的时候，就见小哥抬起右手，闪电般的插进水里，那动作之快，几乎就是白光一闪，他的手已经回来了，2个齐长的手指间夹着一只黑乎乎的虫子。第10集，水影。小哥把那虫子往甲板上一扔，
众人看清后，顿时松了口气。刚才就是这东西。这不是龙尸吗？这么说，刚才那一大团影子只是大量的龙尸游了过去？是。吓得老子半死啊！不对啊，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龙尸同时活动？而且，这龙尸个头也太大了。大奎一脚把那虫子踩扁了，不够泄愤，又补上了几脚，将它踩得稀烂。吴三省捡起龙尸的一只断脚，放在鼻子下闻了闻，顿时他脸色大变。这不是龙尸，这是尸鳖。尸鳖？这名字听上去就不吉利。我的姥姥，这东西是吃腐肉的，有死物的地方就特别多，吃到就长得大。看样子这上游肯定有块地方是积尸地，而且还是了不得的大。哎，那这东西咬活人吗？如果是正常大小的，那肯定是不咬人的。但是你看，这只的个头，它咬不咬人啊？我还真不能肯定啊。这东西一般都待在死人多的地方，不会经常游来游去。怎么现在这么一大群一起迁移呢？他们刚才是在逃命。啥？逃命？那这洞里头，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朝我们这边过来，而且快得不小。哎呦，我的小爷爷，你可别吓我啊！我虽然块头大，我最怕这种说不出名字的东西啊！你说就是一帮马贼，我大奎也不放在眼里。可这东西是啥都不知道啊！你看我这腿都软了，我别管是什么。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快点出去。现在我们是逆流，要往回走，肯定比来的时候快。我们进这个洞才不到10分钟，出去肯定没问题。哎，对，小三爷说的对。三爷，你就说句话，大不了我们出去以后翻山过去，东西都我来扛，我力气大，耽误这1-2天功夫也差不了多少啊。咱刀洞打得快点，不就都补回来了吗？就，小哥，你怎么看？现在想出去恐怕已经来不及了。那2个人既然能放我们进来，就肯定有十足的把握。我们出不去。不出去？不出去难道在这里等到老死？小哥也不回答，只是看了一眼潘子，接着把头转过去，闭目养神起来。三爷，我看这样，往前咱们是万万不能的，大奎非吓死不可。我们就往后退，这进来的路不复杂，说不定能出去。要真遇上什么奇门遁甲的，我们再想办法。也只有这个办法了。盘子，前后都打1支矿灯，你把那几杆猎枪都装起来，我和大奎来撑高。大侄子你盯着后面，小哥你就帮我指路啊。好的。潘子又拿出一盏矿灯，对着大家身后一照，那第2只船上的牛被这光一照，叫了一声。三爷，得把这牛赶到水里去，不然这高没法撑啊。因为刚才矿灯是打向前面的，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注意，早把后面还拉了只船给忘了。现在看到，瞬间鸡皮疙瘩起了一身。糟了，这后面的拖船就像塞子一样把我们给堵住了。这2个老贼考虑的真是周详。这洞的高度，那牛根本站不起来。不要说把牛赶到水里去，那一车的装备加上这牛，吃水已经很深了。人再上去，不仅篙子撑不动，还有可能会沉。洞的深处隐约又传出怪声，而且明显比上一次近了很多。那声音好像无数小鬼在窃窃私语一样，让人极度不舒服。所有人都静了下来，气氛一时间诡异到了极点。突然，吴邪的全部注意力都被这声音给吸引了，几次想收回心神，却马上又被吸引了过去。不妙，这声音有蹊跷。吴邪虽然知道
却怎么也回不了神，一时间满脑子都是这种声音。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是谁狠狠地踢了他一脚。第11集，六角铃铛。掉进水里后，吴邪脑子里的声音顿时全消失了，几乎是同时，潘子也掉了下来，然后是吴三省和大奎，最后小哥带着一盏矿灯也掉了下来。在水里，那奇怪的声音模糊了很多，吴邪稍稍心定，但是用肉眼在水里看东西非常艰难，眯起眼睛也只能看个大概。小哥指了指水下，然后用灯一照，吴邪顺着矿灯的光看了过去。水并不算深，不过只能看到水底一层白沙。这煤油瓶到底想让我看什么？既没什么植物，也没有鱼虾啊！吴邪实在憋不住气，探出头吸了一口气。他刚把眼睛上的水甩掉，突然发现一张血淋淋的脸从上面倒挂下来，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吴邪就这样盯着他，他也这样盯着吴邪。这不是那个船夫吗？吴邪一抬头，发现那船夫只剩下上半身了，洞顶上一只黑色的大虫子正在啃咬他的肠子，还不时甩一下。这么大的尸鳖，我的老天，这得吃多少死人才能长这么大呀！小三爷，那虫子吱的一声，把尸体一甩，直接一下子扑到了潘子的头上，扬起一对大螯，唰的插进他的头皮里。潘子左手一翻，军刀已经拿在手上了，把刀往那虫子的螯根下一撬，直接把他的一只螯给挖了出来。潘子真厉害，要是我挨了大虫子这一下，估计就得去阎王那里报道了。那虫子另一只螯吃不住力，被潘子顺势一拳推了出去。这一连串变故都是电光石火间发生的，潘子也没看见吴邪，没想到竟然直接把虫子按在吴邪脸上了。那虫子直接用它锋利的爪子割去吴邪脸上的一块皮。吴邪一咬牙，想把它甩开，没想到这虫子的几个爪子上都有倒钩，牢牢地勾住吴邪的衣服，有几个都直接勾到肉里去了，疼得他眼泪都出来了。这时候闷油瓶也浮出了水面，他一看吴邪快顶不住了，赶紧冲过来，一下子用2根手指插进那虫子的背脊，一条白花花的通心粉一样的东西就被他给扯了出来。可怜的虫子刚才还占尽上风，1秒钟都不到就歇菜了。吴邪把那虫尸往船上一扔，感觉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小哥，我大亏服你，这么大一只虫子，你愣是把它肠子给扯出来了，不服不行。去，你个没文化的，这叫中枢神经，人家这一家伙直接把那虫子搞瘫痪了。啊，胖子，你是说这虫子还没死啊？大奎半只脚已经扒到船上去了，一听这话，又把脚放回到水里。小哥一个翻身上了船，把那虫子踢到一边。还不能杀他，我们得靠他出这个石洞。你说刚才那声音，是不是这虫子发出来的？刚才听这虫子叫了几声，声音不太像啊。你把这虫子翻过来，我看看。小哥把那虫子翻过来，在它的尾巴上有一只拳头大的6角铜制密封的风铃，不知道什么时候植进去的，
已经铜绿的一塌糊涂了。那风铃的六面都刻着密密麻麻的咒语。潘子一边绑上绷带，一边用脚踢了一下，那六角铃铛突然自己动了起来。声音和刚才听到的一样，不过刚才的更空灵，好像从幽冥里飘来的一样。现在这个听起来真切不少。看样子这个铃铛就是那个声音的来源，但是一定要和空旷的回声配合，才有蛊惑人心的作用。这六角铃铛里必然有十分精巧的机关，而且还能经历千年而不腐，估计是金银一类的东西。但是他是怎么自己想起来的呢？吴邪正纳闷呢，这铃铛越发放肆地响起来，好像里面有个关不住的冤魂想逃出这封闭他的神器。可惜这东西太小，反而让人觉得有些可笑。潘子自顾自地包扎完伤口，熟练的好像每天都会伤这么一回似的。叮铃当啷的烦死了，踩死算球，这青铜外壳都老化了，我一脚就……好恶心的味道！第12集，深入洞穴。你小子那脚就不能给我放老实点啊？这东西少说也是个神器，你就这样一脚给我糟蹋了。这三爷，我哪知道这东西这么不结实啊！见潘子一脚踩坏六角铃铛，吴三省气坏了，想一拳敲在他的头上，可想到他的脑袋刚被插了2个洞，再挨一拳恐怕就和这铃铛一样了，只好作罢。你呀，又不是第一次出来，跟个愣头青一样，可惜了我的宝贝。三爷，用这个。小玩意儿挺精巧，大铃铛里还套了这么多小铃铛，得亏潘子踩坏了，不然还见不到里面这只青色蜈蚣。就是这绿水有点恶心，在铃铛里平时吃啥呢？你看这球上这根管子，跟大石鳖相连，恐怕这蜈蚣肚子饿的时候，就通过这根管子钻到石鳖肚子里去吃东西。这样的共生系统，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船夫也是自作自受，他们肯定是想把我们放单在这石洞里，等我们死了再来捞我们的东西。也不晓得今天遇上了什么变故，竟然自己死在这大石鳖手里，真是活该。哎，这叫无巧不成书。看样子我们运气还不错。那东西爪子的力气恐怕不可能短时间内把一个人撕成2半。要是他有这力气，我的脑浆早就被他挖出来了。我想这东西肯定不止一只，这一只肯定是在分尸后把那尸体叼过来小毒食。别慌，刚才这小哥不是说了吗？我们得靠这个东西出这个洞啊，我们就把这大石鳖放在船头上，让他给我们开路。这东西一辈子吃尸体，阴气极重，是那些什么僵尸的克星。在石洞，估计他们就是这里的霸王。有他在我们船上，我们肯定能出去。来，我们也不退出去了，我倒要看看前面到底是什么地方，竟然能生出这么大只的虫子来。哼！吴邪他们几个从后面的行李里取出折叠铲，用来当船篙，撑着石壁就向前驶去。哎，三叔，这边上的洞壁都是整块的石头，古时候的倒斗仙人到底怎么挖出来的呀？就算是现在，没几百人，恐怕也挖不出这么深的洞穴啊！你看这洞这么圆，年代已经十分久远了。当年挖这个洞的肯定是关岛，就是专门倒斗的军队。看样子，我们要找到那地图上所标的墓穴，恐怕没有想的那么容易。三爷，你怎么就这么肯定这墓还在啊？
你看人一个军队来挖了那么长的洞，保不准这东西已经给人家搬光了。我看啊，说不定我们进去的时候连块棺材板都没有了。哼，大奎，如果这斗在几千年前已经被人倒了，那我们也无话可说。但是你要知道，这洞穴在那地图上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这说明这个盗洞在墓主人下葬的时候已经有了。这盗洞的年月应该在我们要找的古墓之前，而且这一带肯定不止一个墓穴。谁知道这个盗洞在盗哪个墓的时候挖的？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一切，包括巨大的石鳖、六角青铜风铃，他们主人所处的时代，可能比战国还要早。我更关心的是，为什么这位墓主人要把自己的墓地设在一个已经被盗的墓穴周围？这不是犯了风水的大忌吗？小哥突然一摆手，让他们不要说话。他指了指前面，矿灯的光打不到洞穴的深处，他们隐约看到有一团绿色的灵光。基石地到了。船停了下来，这应该是这段水洞里最凶险的一段。如果没做好准备，实在不应该贸然闯进去。吴三省看了看表，估算了一下时间。这洞就是走得进出不来的洞，咱们淘了这么久的沙子，还是第一次闯进这种地方来。我觉得有可能这洞真的有古怪。靠，那还用说？但是这只是那老头子的一面之词。这洞到底是不是只有那船工领着才能走过去，其他人都过不去，我们已经没办法知道了。如果这个洞真的是个尸洞，那么前面必然会有危险。至于会遇到什么，我们根本没办法知道。也许会鬼打墙，船开到哪里都不知道；也许会有几百个水鬼来掀我们的船板。不至于吧？总之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这次淘沙倒斗，连墓地都没到，就遇到这么多凶险，实在是运气不好。但不管怎么样，淘沙就不怕鬼，怕鬼就不淘沙。既然干了这一行，不遇些古怪事情也没多大意思。盘子，把那几把双管猎枪拿出来，咱们现在有高科技在手上，比早年的前辈们有力得多。要是真有水鬼，也是他们倒霉。三叔，你这战前动员怎么说的和鬼故事一样，反效果显著，大奎都被吓得发抖了。哼，大奎这家伙这次把我的脸都丢光了，没想到这么没用，来之前吹得跟大力金刚似的。小哥，枪给你拿着，一共能打2枪，打完了就得换子弹。这些都是现的，所以距离一远就没什么威力了。瞄准了再开枪，啊，给。吴三省把枪递给小哥，吴邪也端起一把双管猎枪。吴邪对这枪十分熟悉，小的时候玩打飞碟还得过奖。吴三省和大奎则是一手拿着军刀，一手用折叠铲撑船。就这样，他们慢慢地向那发着绿光的基师地滑去。在矿灯微弱的发散光的照射下，这洞竟然越来越大，那绿光越来越近，然后吴邪就见到了让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景象。第13集，基师地。山洞到了绿光这一段，豁然开朗，变成了十分巨大的天然岩洞。那水道也变成了岩洞里的一条河。水道两边的浅滩上全是绿油油的腐尸，是人还是动物，根本没办法分辨。可以看到，最靠里面的一排一排的骷髅十分整齐，
应该是人为堆在这里的，而外面的就比较凌乱了，特别是河道边上的，什么姿势都有，还有很多没有完全腐烂的尸体。这些尸体上无一例外都有一层灰色薄膜一样的东西，就像保鲜膜一样紧紧地裹在他们身上。不时有几只巨大的尸鳖从尸体里爬出来，这些尸鳖大都比船上这只个头小很多，但是比普通的已经大上4、5倍了。一些小尸鳖想来分一杯羹，刚爬上尸体，大尸鳖就一口把小的给咬死，吃了下去。这些尸体大部分是从上游漂下来，然后在这里搁浅的。大家小心，看看四周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你们看！大奎眼尖，指向一边的山壁。众人转过头去，竟然看到一具绿油油的水晶棺材，镶嵌在几乎垂直的洞壁半空。里面似乎有一具穿着白色衣服的女尸，但是这距离实在是太远了，让人根本看不清楚。那边也有。潘子又指向另一边，果然在另一边山壁同样的位置也有一具水晶棺材，但是这一具却是空的。这具尸体到哪里去了？难道是个粽子？三爷，这地方不应该有粽子呀！哎，你们都注意点，如果看到有动的东西，什么都别问，先放一下。吴三省一边说，一边警惕地看着四周。这个时候，河道的方向一转，他们绕过一堆尸骨。大奎吓得倒在船里。大家定睛一看，只见一个穿着白色羽毛衣衫的女人，正背对着他们，黑色的长发一直披到腰。看她衣带的装饰，是西周时候的。尸体在这里呢。停！大奎，把包里的黑驴蹄子拿过来。这恐怕是前年的大粽子，拿那只1923年的蹄子，新的怕他不收。大奎，大奎没有动静。吴邪回头一看，他已经口吐白沫，浑身抽搐了。真没用！潘子，你去拿，下回我要还带他出来，活该我被粽子吃掉。三爷，给！瞧瞧吴三爷的手段，大侄子看清楚了，这1000年的粽子可是难得见到的。要是我没得手，你就朝我天灵盖开一枪，让你三叔死得痛快点。你到底有没有把握？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人的背影有点哀伤。黑驴蹄子是对付僵尸的，这家伙恐怕不是僵尸。让我来。这个时候，小哥按了一下吴三省的肩膀，接着他从包里取出一杆长长的东西。吴邪认出那是他从吴三省那里买走的那个龙脊背货色。他松开上面的布，果然里面是一把乌黑的古刀，看样子竟然还是乌金做的。他把古刀往自己手背上一划，然后站到船头，把自己的血往水里面滴去。刚滴了一滴，所有的尸鳖就像见了鬼一样，全部从尸体里爬了出来，发了疯似的想远离他们的船。一下子，船四周、水里、尸体里的尸鳖全都跑得没影儿了。小哥的手上不一会儿便淌满了血。他把血手冲那白衣女子一指，那女子竟然跪下了。这把吴邪他们看得都呆住了。快走，千万不要回头看。潘子，就是前面那个洞，划呀！看样子，这个洞是在这个山的中心，两边挖通之后才有了这条水道。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两边进出口都很窄的毛细孔结构。就算两边水面把洞给没了，这里面还是能保持干燥。洞太窄了，低头。那有凭不是说不能往后看吗？我看水里的倒影好了，看看有没有东西跟在后面。吴邪不看还好，一看差点背过气去。在水中的倒影里，一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正趴在他的背上。第14集，村庄。那个白衣女子，我倒要看看你长什么样子。哦，怎么是后背？还是后背？吴邪终于从梦中醒了过来，眼睛一睁开，就看见了血红的晚霞和天空。哟，醒了啊，看到没？我们终于出来了。你小子，是不是你揍我？不揍你行吗？叫你别回头，你小子差点害死我们。啊！我背后那东西。放心吧，已经走了。啊！三叔，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小哥说，那东西叫做魁，其实就是那白衣女粽子的魂魄。他不过是借了你的阳气，想出那个尸洞而已。不过，具体的情况那小哥也没告诉我们，才说了几句就晕了过去。看样子那小哥来头不小啊！那1000年的粽子给他下跪，不知道是个什么道行。吴邪坐起来，看到小哥和大奎并排靠在一起，都睡得很香。这来的时候没觉得怎么样，现在看到这天，就觉得特别舒服。哎，对了，这小哥到底是什么人啊？这我真的不清楚。我让我在长沙的朋友介绍个有经验的帮手过来，他们就介绍了他。我只知道他姓张，一路上我也试探过了好几次。这个人呢，不是睡觉就是发呆，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历。不过，介绍他的那个人，在这个道上很有威望。我想他介绍的人应该可以放心。这么神秘。对了，潘子，能看到那村子了吗？好像就在前面了。看样子，那村子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破，好像还有电灯光、热水澡，还有爆炒野味。我来了！前方星星点点的灯火闪烁，吴邪借着夕阳，看到左右山顶上有一队人影。他们骑着骡子，看样子应该也是进村的。山也不高，依稀可以辨别出那几个人都不像是本地人。吴邪他们刚上渡头，却被一声大叫顿住了脚步。啊，这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哎，小孩跑得还挺快。哎，大奎醒了。上岸的时候，大奎醒了过来，他还以为自己刚才是在做梦，先是被吴三省一顿揍，然后潘子又去补了几脚。三爷，别，我错了。胖子，你脑袋是不是不想要了？那小哥好像失血过多，一直没醒过来。吴邪把他扶到了牛车上。
这人也真是的，身子软得像个女人，好像没骨头一样。哎，三叔，有人，看着是村民。你好，请问哪里有宾馆啊？那以为这是什么地方？俺们村一共就30几户人家，还宾馆呢。想找地方住啊，到村里招待所去吧。一行人只好先来到招待所。这招待所从外观上看和鬼屋一样，没想到里面还不错，通了电话和电，还是水泥的房子。最可贵的是有热水，而且铺盖很干净，在这村里应该属于5星级标准了。哎呀，终于可以洗个澡了，哎，舒服呀！吴邪洗去一身的尸臭，和大家在大厅里会合，一起吃炒菜。这会儿，小哥总算是醒了过来，只是精神不太好。老板，来盘猪肝。虽然大家都想知道这小哥怎么那么厉害，但谁也没有开口询问。毕竟他算是救命恩人，有些话还得等人家康复了再问。他们点了啤酒，明天还要开工，所以也不能喝太多。上菜的服务员是个小姑娘，招呼他们挺热情，手脚也很麻利。我说大妹子，你这里不错啊，都是水泥地，外面也是水泥路。芝麻，你们这些水泥都是那些骡子一担子一担子从山头上背过来的？哪能哎，这要背到什么时候去？俺们这里早就通了公路的，那些解放牌汽车都能过来。前年山体塌方把那路给埋了，山里还塌出个大顶，省里来了好多人，这一看说是战国时候的东西，是国宝，就把那顶给拉走了，也不管这路了。你说气人不？后来村里说自己修，修什么修啊？没钱，修修停停1年了还在修呢。那水路呢？你们这里不是有渡头吗？那都是早些年的东西了，多少年没拉过船了。现在要是还有人让你走水路，那肯定是来谋财害命的。哎，你们外地人啊，一定要当心啊！这水滩子很邪乎，这些年淹死过不少人，一具尸体都没捞上来。俺们家老人偷偷说，那是给山神爷爷吞了。三叔啊，三叔，你找的什么向导啊？看样子就是找了个贼。第15集，100多个人头。吴三省知道自己失算，面子上过不去，不好意思的忙喝了口酒，接着又向服务员打听起消息来。对了，这里外地人多吗？恁别看我这招待所小，我可告诉恁，只要是外地来的，都住俺们这里。自从那顶挖出来后，俺们这里外地人就越来越多，还有人在山那头准备造别墅呢。靠，不至于吧？这荒山野岭的造别墅，不是华侨就是盗墓贼呀！三爷，您一把年纪了，别一惊一乍的。大妹子，没事啊。三爷大概是觉得不可思议。哎，你们这儿有什么名胜古迹没有啊？有什么地方好玩点了啊？几位看起来不像是来玩的，怎么？估计是来倒斗的吧？见吴邪他们都不说话，服务员干脆坐到了他们边上。吴三省给他倒了一杯酒。说实话，来这里的外地人哪个不是来倒斗的？恁要真是来观光旅游的，这一车的装备岂不是累赘？这么说，你也是行家？嗨，我
哪行啊？我也是听我爷爷说的，这些年啊，这里来了不少倒斗的，摸去不少好东西。但是我爷爷说，那厉害的东西还在更里面的地方，那是一个神仙墓。那里面那什么还金银珠宝，那些东西和神仙的东西比起来，那就是个屁。哦，你爷爷进去过？看您说的，我爷爷也是听他爷爷说的，这个传说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留下来的。听说啊，那神仙是玉皇大帝派下来的，变成了一个大将军，帮当时的皇帝打仗，功德圆满就飞升了。他的肉身和他打仗时用过的宝器就葬在一起了，那墓穴比皇帝的还要好，不然怎么叫神仙呀？既然这样说，那肯定有很多人去找这个墓了。有人找得过没？哎，恁不知道，那地方现在根本进不去了。前年山体塌方的时候，那地方也塌了。恁猜，那山里头塌出什么来了？什么呀？哎呀，总不过是一个鼎什么的呗。什么呀？要真是个鼎，早被人拉走了。我跟恁说，恁别告诉别人。那地方挖出100多个人头，就光是人头，没身子？是啊，那时候可怕不？自从那地方塌方之后，就没路可走了，骡子都进不去。咱要想去那儿，只能一脚一脚的爬过去。就算到了那地方，只能干看着。前面有几批人都去过那地方，那几个老爷子一看山塌成这样，就直摇头啊。那山塌了之前，总有人进去过吧？有是有，不过我看他们进去几天，最后也就那样就出来了，啥也没带出来。去的时候都开开心心的，那出来的时候衣服都跟要饭的一样，臭得要命。俺爷爷说，他们可能连兜在哪里都没找到。怎么，恁几个也想去试试？瞧你说的，来了总要去看看啊，不然不是白来一趟吗？吴三省没再说什么，那服务员也不再坐着，忙去厨房里催菜。听完这一席话，潘子隐隐有些担心。看样子，我们要去的那个大斗，应该就在那个地方没错了。可听这大妹子说的，我们这一车的装备，恐怕很难运进山里去。有装备有有装备的倒法，没装备有没装备的倒法。这战国墓一般是直土坑，直上直下，没有墓室。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样？这我们还得现场看。这墓有多大，埋的有多深，恐怕和我们以前倒的那些还真是不一样。你看那山里塌出的人头，那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鬼头坑，那里肯定是以前他们的人生陪葬坑。吴三省拿出地图，指了指上面的一个圆圈。你们看，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离那个主墓还远着呢。以前来的那些人，如果按照寻龙点穴的方法，肯定到这里就得停住。这里就是龙头。一般情况，墓肯定在这个下面。哎，再往里走点，怎么是个葫芦口？没错，不往里走，根本不知道里面还有洞天，这才是真正的龙头所在。设计这墓的人啊，肯定是非常了解寻龙点穴，特地在这里设了个套让他们钻。如果不出我所料啊，这假龙头的下面必然是个机关重重的虚中。要是没这个地图，就是我们的老祖宗来了，恐怕也得着了道。这样，明天呢，我们把必须带的带上，轻装上阵，
先去踩一下点，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再回来搬东西。好，是。大家又吃了一会儿酒，就都回房间休息去了。然后就是拆装备。这年头已经不用传统的洛阳铲了，吴三省拿出一把考古探铲，这铲子是用钢管一节一节拧起来的，想要多长就上多少根钢管，比那木把子的洛阳铲隐蔽得多。战国墓一向都深埋在10几米以下，所以省不了考古铲。钢管收拾起来，每个人背10根，每人配一个铲头。潘子有把短头步枪，平时用皮套包得严实，现在也拿了出来。这枪比那些黑市上买来的双管枪短了很多，可以放在衣服里，别人看不出来。吴三省把这些连同几把子弹一起塞进他的背包里。下去用双管枪，根本连转身都没办法转。潘子这把短枪就实用得多了。而吴邪则是准备了一个数码相机和一把泥刀。想想也没什么东西要带。嗨，本来俺就是个实习土夫子嘛。第16集，山谷。一天的舟车劳顿，大家睡得都很香。吴邪醒来的时候，觉得关节都酥了。他们匆匆吃了早饭，带上点干粮，就出发了。哎，恁等会儿，这个娃知道路，让他带恁去。热心的服务员叫了村里的一个娃给吴邪他们带路。走了2个多小时的山路后，到达了2座山脉之间。那光屁股孩子一指前面，那就那儿。三爷，前面的河道都被塌方的石头堵住了，这峡谷看着像是被泥石流冲出来的，雨季应该是条河。小孩，回去玩去吧，帮我谢谢你姐啊。来张50的。啊？什么50的？哎，吴三省掏出100块钱给他，他一把抢过去，蹦蹦跳跳地跑了。原来是这个，现在这山里的小子也这么市侩啊！哎呀，人喂鸟死，大奎，你有文化不？鸟死，你去喂鸡死啊你！之后，众人开始爬坡。这石头还不算松动，一会儿功夫就翻了过去。没服务员说的那么恐怖，也没看见他说的那些人头。这塌坡后面刚开始是一片峡谷，到后面就慢慢都是树，到了远处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这个时候，他们看到那塌坡下面的峡谷里有一个老头子正在打水。哎，那不就是领我们进洞的那死老头吗？那老头子猛然看到吴邪他们，吓得一下子掉溪里去了，然后爬起来就跑。叫你跑！潘子掏出他那短枪，一枪打在那向导老头子前脚的沙地里。好！老头子吓得跳了起来，又赶紧往后跑。跑啊！潘子连开3枪，让你跑，每一枪都打在他的脚印上。那老头子也算机灵，一看对方拿他玩呢，知道跑不掉了，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地上。吴邪他们刚跑下坡，那老头子就拼命地给他们磕头。大爷爷，大爷爷，饶命啊，饶命啊！我老汉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呀，才打几位爷爷的主意，没想到几位爷爷神仙一样的人物，这次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啦！哎呀，怎么？我看你这中气足的，你什么东西没办法呀？啊？
实话不瞒您说呀，我这身子真的有病啊！你别看我这样好像很硬了，其实我每天都得吃好几副药呢。哎呦，你看，我这不打水去解药吗？我来问你，你这老鬼怎么在那洞里一下子就不见了？我说出来，启文爷爷就不杀我了。放心，现在是法治社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哦，是，我坦白，我从宽，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们别看那个洞吧，它好像就是一个直洞，其实洞顶上有不少窟窿，那些窟窿都打得比较的隐秘，要不是存心去找，根本发现不了。我呀，就趁几位不注意的时候，站起来钻到那个窟窿里去了，等你们的船一走，我再出来。那驴蛋蛋听见我的哨子，就会拉一只木盆过来，我就这样出来的。事成之后，那船工卢老二就会把我的那份给我。哎呀，其实我拿的也不多。对了，卢老二呢？哎呀，想必也是栽在几位爷手里了吧？已经送他去报道了。啊！哎呀，死得好啊！死得好！其实我也不想干那种事情啊，那都是卢老二说，如果我不干，就连我一起给做了。哎呀，真是感谢各位英雄好汉啊！各位你们看，我也是没办法，你们就放过我吧。你少来这一套！你住什么地方？怎么会在这里打水？啊，我就住在前面那个山洞里头。你看我一个老头子，没天没地又没房子住，我儿子又死得早，现在就是等死了。哎呀，可怜呐！你对这一带很熟悉喽？正好，要我们放过你也可以，啊。你得带我们去个地方。哦，那森林里。哎呀，爷爷们呢？感情你们是来倒斗的呀？哎呦，那斗你们不能倒啊，那里边有妖怪啊！山叔，有戏，这老头子肯定知道什么。怎么，你见过？第17集，营地。哎呀，前几年我也带着一队人去过那儿，他们说是去考古，我一看，哎呦，那就是去倒斗的。但是那帮家伙和其他人不同，我以前见到的那些小毛贼都是看到墓就倒，那批人，不瞒你们说，那气度，那阵仗，一看就不是一般人物。边上这些墓啊，他们连看都不看，就直说要进这山沟沟里边。那时候啊，我们村里就我一个人去过那地方。哎呦，那些人阔气得很，一下子就给了我10张大票子。我一看到这钱就不争气了，就带着他们进了这林子，一直走，走到我以前到过那地方。他们还要往前走，我就不肯了。我说，你10张大票子也不能买我的命啊！他们就说再给我10张，我说你再给我100张我也不干。他们那头头就翻脸了，拿枪顶着我的脑袋。没办法，我只好带着他们再往里头走了。后来呢？后来他们就说到地方了，哎呦，那些人乐的呀，然后就在那儿捣鼓什么东西，说什么就在这下边儿，我们就找了个地方扎帐篷。那天晚上啊，我喝多了，睡下去就一点知觉没有了。可等我醒来一看，您猜怎么着？怎么着？那些人全不见了，东西都还在，火还没熄呢。我就害怕呀，我就到处叫啊叫，可是叫了半天也没人理我呀。我就觉得肯定出事儿了，心想啊，反正他们也不在，
我就溜吧。于是我撒腿就跑，才跑了没几步，我就听到有人叫我。我一回头就看见他们队里的一个女的在朝我招手，我正想骂呢，怎么一大早就跑得一个人都没了？忽然我看见他身后有一棵大树，张牙舞爪的。我往树上一看，哎呦喂，了不得呀！那树上密密麻麻的吊满了死人，眼珠子都爆出来了，我吓得尿都出来了，跑了1天1夜才跑回村里来的。您说吧，这肯定是个树妖啊！要不是老汉我从小吃实心肉长大的，肯定也被那妖怪勾了魂魄了。你果然也是个吃实心肉的。吴三省挥了挥手，潘子会意地把那老家伙绑了起来。有他带路，能省很多事。那老头子100个不愿意，却也没有办法。按他的说法，到他说的那个地方要1天的时间。大奎在前面开路，大家加快了脚程，边走边看地图，希望凭着地图和那老头子的记忆，能在天黑前赶到那里。他们走了半天时间，一开始还能说话，后来就觉得怎么满眼的绿色，绿的眼睛发花，人也不停地打哈欠，只想睡觉。突然，那老头子停住不走了。你又要玩什么花样？树丛那边有东西。众人转过去一看，只见那草丛里一闪一闪的，竟然是一部手机。那手机应该是刚丢下不久的。吴邪捡起来一看，上面沾着血水。看样子这里不止我们一批人，看血迹，应该有人受伤了。电话本里面就几个号码，都是国外的，其他就没什么信息了。这周围也没什么线索。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可能去找他们，还是赶路要紧。真不可思议，在这荒郊野外看到这么现代化的东西。老人家，除了我们，最近还有人进过这林子吗？2个星期前有一波，大概10几个，到现在还没出来呢。哎呀，这地方凶险着呢。几位爷啊，几位爷啊，咱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哎呀，不就是个妖怪吗？告诉你啊，我们这位小爷爷连千年的僵尸都要给他磕头，有他在，什么妖魔鬼怪都不在话下，对吧？大奎说着，看向了小哥，可小哥一点反应也没有，好像根本当他是空气一样。大奎碰了个钉子，很不爽，但也没办法。大家继续赶路，闷头走得天昏地暗，一直走到下午4点，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映入眼帘的，首先是10几顶几乎还完好的军用帐篷。这种帐篷质量非常好，虽然现在上面积满了腐烂的落叶，但里面还是非常干燥和干净的。帐篷里有不少生活用品，他们随便翻了翻，有很多零散的装备，没有人的尸体。那老头子应该没说谎，这里应该就是他们的营地了。四处找找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三爷，那边有一台发电机和几桶汽油，发电机用油布包着，不过大部分零件都烂得不成样子了。我试着发动了一下，一点反应都没有。不过汽油还能用。三叔，所有标签都被撕掉了，连帐篷和他们背包上的商标都没有了。看样子，这些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第18集，古墓。
吴邪他们在这营地里生了火，简单吃了一顿晚饭。向导老头子一边吃还一边警惕地看着四周，生怕妖怪突然冲出来把他给弄死。吴邪不喜欢吃压缩食品，只喝了几口水。小哥一边吃一边看着地图，指了指地图上画了狐狸怪脸的地方。我们现在在这里，这里是祭祀的地方，下面应该是祭祀台，陪葬的祭祀品可能就在这下面。吴三省蹲在地上，抓起一把土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他摇了摇头，又走了几步，又抓起一把。埋得太深了，得下几场看看。他们把螺纹钢管接起来，把铲头接上。吴三省用脚在地上踩出几个印子，示意那里就是下铲的位置。大奎先把铲头固定，然后用短柄锤子开始下铲。吴三省把一只手搭在钢管上，感觉着下面的动静。敲到第13节的时候，他突然眼前一亮，有了。他们把铲子一节一节地往上拔，最后一把带出来一抔土。大奎卸下铲头，走到火堆边给大家看。吴邪和吴三省一看，脸同时白了。原来那土就像是在血里浸过一样，正滴着鲜血一样的液体。吴三省把那土拿到鼻子前一闻，他皱了皱眉头。我看过爷爷笔记里关于血尸的记载，但具体是怎样的情况，文字无法准确地推断出来。现在泥里带血，下面的墓肯定非同小可。不管怎么样，先挖开了再说。大奎，来。大奎又下了几铲，然后把铲头都拿给吴三省。吴三省每个铲头都闻了一下，然后用泥刀开始在地上把那些铲洞连起来。他们忙活着定位，一会儿的功夫，地上就画出了古墓的大概轮廓。探穴定位是土夫子的基本功。一般来说，上面什么样子，下面的墓肯定就是这个样子，很少有土夫子会弄错。这个轮廓怎么看起来有点不对劲啊？大部分战国墓是没有地宫的，可这个下面明显有，而且还是砖顶，真的太不寻常了。棺材的位置应该在这儿，下面是砖顶。我这铲头打不下去，只能凭经验标个大概的位置。这地宫太古怪了，我不知道那里的砖的薄厚，只能按照宋墓的经验，先从后墙打进去看看。如果不行，还要重来，所以手脚要快一点啊！吴三省他们打了10几年的盗洞，速度极快，3把旋风铲上下翻飞，一会儿就下去了7、8米。因为是在荒郊野外，也没必要做土，他们就直接把泥翻到外面。搞定！大奎已经把盗洞的下面挖得很大了，并且清理出了一大面砖墙。几个人打上矿灯，下到里面。小哥看到大奎在用手敲砖墙，忙把他按住。什么都别碰！小哥眼神极其锐利，吓得大奎一愣。他伸出2根手指，放在那墙上，沿着砖缝摸起来，摸了很久，才停下。这里没有防盗的夹层，搬的时候，所有的砖头都要往外拿，不能往里面推，更不能砸。这墙连条缝都没有，
怎么可能把这砖头夹出来？小哥自顾自地摸着，摸到一块砖，突然一发力，竟然把那砖头从墙壁里拉了出来。那土砖那么结实，光靠2根手指就从墙里拔出来了，这得用多大力气啊！哇，这2根手指真的是不同寻常。小哥把砖头小心地放在地上，指了指砖的后面，在那后面有一面暗红色的蜡墙。这墙里全是炼丹时用的矾酸，如果一打破，这些有机强酸会瞬间加在我们身上，我们马上会被烧得连皮都不剩。我爷爷当初看到的那只没皮的怪物，难道不是血尸，而是被浇了矾酸的太爷爷？那爷爷那几枪，岂不是打在了太爷爷的身上？继续往下挖。小哥让大奎往下面又挖了一个5米深的直井，然后从自己包里拿出一只注射针头和一条塑料管子，把管子连上针头，然后把另一端放进那深坑里。潘子打起火折子，把那针头烧红，小哥小心翼翼地将它插进蜡墙里。很快，红色的矾酸便从管子的那一头流进直井里去了。渐渐的，暗红色的蜡墙就变成了白色，看样子里面的东西已经全部流光了。行了，众人马上开始搬砖，很快就在墙上搬出一个能让1个人通过的洞。吴三省往洞里丢了一个火折子，借着火光，他观察了一下里面的环境，第一个探身进去了。第19集，石棺。吴邪，注意看脚下，跟紧点。吴三省从墓的北面打穿进来，看见这地上是整块的石板，上面刻满了古文字。这些石板呈类似八卦的排列方式，越外面的越大，越中间的越小。这墓穴的四周有8盏长明灯，当然已经灭了。墓穴中间放着一只4足方鼎，上方的木顶上刻着日月星辰。墓室的南边正对着他们的地方放着一口石棺，石棺后面是一条走道，似乎是向下的走向，不知道通到什么地方去。吴三省探头进去闻了闻，然后招了招手，其他人便一个接一个的钻了进去。小哥，你看看这些地上的字，看看能不能看出这里葬的是什么人。小哥摇摇头，没说什么。吴邪他们又打起了好几个火折子，扔到长明灯里，整个墓室就亮了起来。爷爷笔记上记得最后看到的怪物，还有爷爷反复提到的听到咯咯的怪声，到底是什么呢？这时候，潘子竟然爬到那顶上面去了，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三爷，这里有宝贝！吴邪他们也纷纷地爬了上去，看到那鼎里有一具无头干尸，衣服已经烂光了，那干尸身上还有些玉制的首饰，潘子也不客气，直接摘下来戴在了自己手上。这个应该是人生完了之后剩下来的人的躯干，他们把头砍掉祭天，然后把身体放到这里祭人。这些应该是战俘，奴隶手上不可能有首饰的。我下去看看，下面好像还有宝贝。潘子一下子跳进鼎里，小哥想要阻止他也来不及了。他回头看了看那石棺材，
幸好没有反应。你这个小子，这鼎是人家放祭品用的，你小子想当祭品啊？三爷，我又不是大奎，您别吓唬我啊！哎，您瞧，这儿还有个大玉瓶，好东西还真不少啊。我们把这鼎翻过来，看还有啥吧。别胡闹，快出来！潘子不情愿地从鼎里翻出来。三叔看到小哥的脸色已经白了，眼睛死死地盯着那石棺，他知道可能要出事儿了。一阵奇怪的声音传来，吴邪转头一听，不由得一阵发寒。那声音不是从棺材里传出来的，竟然是小哥发出来的。他不会是存心想吓唬我吧？看表情，不像是在开玩笑啊。小哥不停地发出怪声，又不见他嘴动，四个人看着他，心惊胆寒。不至于吧？难道这个闷油瓶是个无间道粽子？突然，小哥不出声了，墓室里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大奎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吴邪也脚一软，几乎就要坐下去。吴三省到底是见过世面，虽然脚已经开始抖起来，但终究没摔倒。小哥听到声音后，脸色非常难看，他一下子跪倒在地上，朝那棺材重重地磕了一个头。其他人一见，马上学着样子全部跪倒磕头。小哥抬起头来，又发出来一连串的怪声，好像在念着什么咒语一样。他该不是在和他说话吧？那石棺终于稳定下来，不抖动了。小哥又磕了一个头，然后他站了起来。天亮前，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小哥，感情你刚才是在和这个粽子爷爷讨价还价呢。不要再碰这里的任何东西了，这棺材里的主极厉害，要是把这个放出来，大罗神仙也出不去。我说这位小哥，你刚才说的是哪门子外语啊？棺材后面有通道，轻轻过去，千万别碰到那棺材。有这么一个人在边上，众人胆子大了很多。于是大家收拾了一下家伙，三叔打头，小哥在最后，大家打开矿灯，直下到棺材后的地道里去。第20集，墓主。这墓道墙上雕的什么铭文和画？哎，小三爷，看得懂吗？其实我做拓本和古玩生意，对这些还是有一定研究的，能看懂几个词。但就算这些字我全认识，因为根本没标点，要明白里面的意思也太困难了。怎么讲？古人讲话非常简洁，而且非常有技巧。比如一个然，我记得一个齐国的国君问过他的军师一个问题，那军师点头一笑说然，那国君就回去琢磨了半天，想这个然到底是同意还是反对呢？结果就积劳成疾了。弥留之际，把自己考虑的答案和军师说了，问军师当时是不是那个意思。那军师呵呵一笑，然，国君立马就断了气。小心走路。吴三省走得格外小心，每一步都要走很长时间。矿灯灯光的穿透力不是很强，前面黑漆漆的，后面也黑漆漆的，这种感觉和他们在水洞时一样，令吴邪非常的不舒服。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地道从斜下开始向上，应该已经走完半程了。
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一个盗洞，吴三省不由得一惊，忙过去查看。吴邪也赶紧跟了上去。这盗洞肯定是不久前挖的，土还比较新。老头子说，2个星期前有一帮人进了这个山谷，会不会是那帮人挖的？我看不出来，不过这洞挖得很匆忙，看样子不像是为了进来而打的，倒像是为了出去而打。恐怕我们真的被人抢了先了。别泄气呀，三爷。要是他们逃得好，肯定是从原路出去的，看样子肯定出了变故。我看宝贝怎么也应该在。那我们就继续走。既然有人替我们趟过雷了，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婆婆妈妈的了。走。他们加快了速度，又走了15分钟，到了一处加粗的回廊。这一段比来时的那一段宽了1倍多，装饰也考究了很多。看样子已经到了主墓区了。这个回廊的底部是一扇巨大的玉门，非常通透，而今已经大开，想必是有人从里面打开的。那玉门的边上有2个雕像，是2个恶面鬼，一个手里拿着一只鬼爪，一个手里举着一枚印玺，浑身漆黑。吴三省检查了一下玉门，发现上面的机关已经被破坏掉了。他们从门里进去，里面的空间很大，而且一片漆黑，矿灯的光源已经不足了，照得不是很通透，但是可以看个大概。这应该就是主墓了。怎么有这么多棺材？看不太清，不过中间摆着的这些石棺，似乎是按照什么次序排列的。你们看，这个大穹顶上都是壁画。是，旁边那些石头板上好像有字。那边还有2个耳室，走，我们过去看一下。嚯，这档次可不低啊！这上面是铭文，能看懂吗？可以，不过只有一部分。上面的文字记述了这石棺主人的生平，大概意思是，这墓主人是鲁国的一个诸侯，这个人天生就有一枚鬼玺，能够向地府借阴兵，所以战无不胜，被鲁国公封为鲁商王。有一天，他突然求见鲁国公，说自己多年向地府借兵，现在帝君那里有小鬼造反，他必须回地府还帝君的人情债，希望鲁国公能够准他回地府效命。鲁国公当时就准奏了，那鲁商王磕了个头就作画了。鲁国公以为他还会回来，就在这里给他设了这个地宫，把他的尸体保存了起来，希望他回来后能继续为自己效命。云云，非常啰嗦。里面还详细的描述了他参加过的战役，几乎都是他鬼玺一亮，地下就杀出大批阴兵，掠走人的魂魄。嚯，这么厉害！哎呀，幸亏他死得早，要不然统一6国的就是鲁国了。那可不一定，古代人很会吹的。你鲁商王会借阴兵，那齐国的谁谁谁还能借天兵呢？我记得还有能飞的将军呢。哎，《山海经》你总看过吧？哎呀，不管怎么样，总算知道我们在倒谁的斗了。不过，这里有这么多棺材，哪个才是他的？第21集，影子。1、2、3、7，一共有7口棺材，正好是北斗7星。但这几个棺材上的铭文内容好像都差不多，也没什么有用的提示。我只能看懂这么多了。
你们看，这口石棺已经被人开过了。啊，我看看。果然，棺材板不是完全密封的，上面有很多撬杆撬过的痕迹。来帮忙，咱们一起把棺材板撬开。来。啊！里面怎么是个老外啊？看样子是死了不到1个星期啊。是吗？我看看。别动，正主在他下面。众人仔细一看，果然，那老外的下面还有一具尸体，但看不清楚是什么样子。吴三省立刻掏出了黑驴蹄子，应该是个黑猫，我们先下手为强。等一下，小三爷，你给我来一下啊！怎么了？你看对面墙上我们几个被矿灯投射出来的影子，其中一个是你的影子，对吧？啊？怎么，现在连影子也怕了？不至于吧？你胆子这么小？不是啊，你看啊，你旁边这个影子是我的，啊，第2个是潘子的，第3个是三爷的，接着是那小哥的，你都看到了吗？加上你的一共是5个吧？是啊。啊？那个多出来的影子是谁的呀？啊！吴邪也已经发现不对，他仔细一看，正赶上那影子低头，那头再抬起来的时候，变得十分巨大，几乎比他的肩膀还要宽。吴邪只觉得头皮发麻。有鬼！鬼啊！鬼！有鬼啊！有鬼啊！怎么了，熊三爷？有鬼！啊！吴邪一边指着那影子，一边转过头，几乎同时，他看见了那影子的主人。那是一个脑袋巨大的怪物，手里拿着一件奇怪的兵器，在半黑暗中，那畸形的大脑袋比任何能想象到的怪物都要可怕得多。那是个人。靠！你大爷的！谁没事把瓦罐掏头上啊？众人顺着吴邪的视线看过去，那头戴瓦罐的人手里拿着一只手电筒，还摆了一个埃及人的姿势。瓦罐上还有2个窟窿，2个贼眼透过那2个窟窿看向外面，十分可恶。老子一枪毙了你！哎，我的妈呀！跑！我让你跑！你找死！看你我回来怎么收拾你！不好，不能让他到我们盗洞那边去。他要是碰到那口棺材，就完蛋了。哎，你矿灯没拿？你省什么你？你过去能帮个屁忙？吴邪，你去看看那2个耳室，看那个人是从哪里出来的。哦，好。吴邪刚一到耳室，就看见从石壁里直接挖下来的一个盗洞，角落里还有一支蜡烛，那蜡烛燃在那里，正发出幽幽的绿光，地上还有个包。原来那家伙是个摸金的，那包看样子也是他的。一些工具，几节电池，还有一张古墓的草图。啊，这上面还有7个方块，难道代表的是7口棺材？草图边上有些字，笔迹不太一样，应该不止1个人写的。七星一棺。第22集，七星棺。这七星一棺，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
哦，对了，爷爷的笔记本里提到过。吴邪爷爷的笔记中曾经提到过，这7星仪棺除了一个是真的，其他的里面不是有机关，就是设了极其诡异的手段。总之，如果开错一个，这仪棺里的机关或是法术就会被激发，必然是凶险万分。看那个老外，应该是以为每口棺材里都有宝贝，结果着了道，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拖进棺材里去了。而他的伙伴估计是见到同伴遇害，恐慌之下逃出了这个墓室，然后在那走道里另挖了一个盗洞逃了出去。应该就是这样，我得告诉三叔。吴邪觉得自己的推测十分有道理，他刚想拿着地图去跟他三叔说，结果一走出去就发现外面只剩下了一盏矿灯。这盏灯在尸洞里进过水，现在时明时暗，非常不好用，而且吴三省和大奎他们竟然不见了。哎，三叔呢？三叔，大奎，潘子，按道理他们不可能丢下我一个人，自己先走掉的。难道他们是出了什么事？可是刚才也没有打斗的声音啊。三叔，三叔！依旧无人应答。这幽幽的漆黑墓室，7口冷冷的棺材，一具陌生的尸体，吴邪瞬间意识到不妙。完了，我又不是专业的土夫子，一个人根本无法待在墓室里。三叔！啊！别吧！啊！啊！隔壁蜡烛怎么灭了？我也没拿你什么东西啊！好家伙，怎么还坐起来了？好在没回头看我，拜托，可千万别看过来啊！还是待在耳室里比较安全，看不到就当没发生过，不然看着一具坐着的千年古尸，我还怎么思考啊？吴邪把矿灯放到角落里，尽量让光不要照到外面，然后拼命翻那头戴瓦罐的小子留下来的包，想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压缩饼干，又是一些纸，上面也写了不少东西。没其他东西了，看样子重要的家伙他都带在身上了。啊，有风，这洞肯定是通到外面或者别的地方去的。不管哪里，总比在这里好。我留个记号，三叔回来看到就知道我进洞里去了。出发！古原进方，秦岭汉坡，九浅一山。哎呀，不对，呸！我脑子里关于这方面的东西还真少。这盗洞，4元
飞远，四方飞访，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挖的。说到这儿，吴邪的思路仿佛突然通了。刚才遇到头上戴瓦罐的那个人之前，吴邪几人完全没有注意到周围有什么声响，说明这个洞是早就已经挖好了的。那就是说，要么是那个小子从别人的盗洞下来的，要么就是他打的盗洞和这个洞撞在一起了。第23集，门。果然有分岔口。这两个洞手法完全不同，肯定是两拨人挖的。无论哪个都是通到外面的，随便找一个就行了。吴邪随意选了其中一个，在那个洞口旁也画了个记号，方便吴三省找到他。而后便入洞开始向前爬行。此时的他已经陷入了对出洞后场景的美好想象，暖乎乎的火堆，有人来接应他进到帐篷里享用美食，睡个好觉，最后和吴三省一起回家。想到这儿，他又有些无语。倒个屁倒啊！我真是受够了。别人倒一辈子倒，就遇到个黑毛白毛，我第一次倒，走到哪里都是粽子，连口气也不让我喘，我容易吗我？有火光！靠！怎么又是一个墓道？跟之前那个墓道好像啊，这墓也太复杂了吧！这墓道好眼熟，难道这个盗洞和那边那个是相通的？挖这个洞的人到底是什么目的？对了，那个瓦罐包里的纸上说不定会有线索。这个时候也只能病急乱投医了。往前有七星仪关，后面是个连小哥都要磕头的怪物，哪边都不能去。这里对吴邪来说是最安全的。于是吴邪坐到地上，摊开那些纸乱翻起来。其中一张看得出是那些人打盗洞前的设计图，上面写了很多设想，特别是关于血尸墓的设计推测写得非常凌乱，他看不太懂，就看到几个琉璃鼎之类的字。看样子他们为了破血尸墓的机关花了非常多的心思，也不知道最后有没有实施。啊，这又是什么？这一张纸上画了一个张牙舞爪，类似树，又像是一只鬼爪的东西。吴邪又把那些纸翻过来看，上面是一个墓穴的鸟瞰图，能看到湖底墓道，然后是放置七星仪关的地方，画得非常清楚。这不是我刚才爬过的那个盗洞吗？那个分岔口也标得很清楚，另一条路的中间是断的，怪不得写了个他字。哎呀，完了，这下我想通过盗洞回地面的愿望也破灭了。吴邪接着研究，发现了这图上最离奇的，竟然是在吴邪所在处的左边，没有任何道路可以连通的一个地方，画了一个墓室，而连通这个墓道和那墓室的是条虚线，仿佛这个墓室在另一个空间。难道这墙后面有个密道？吴邪想起之前吴三省说过，一般情况下，
如果要让机关千年不腐，必须使用石头和水银来激发。那激发装置的触发器必须是一块平板，这墙壁上都是一块一块的铭文雕刻。如果真有暗门，其中必然有一块能够活动。但是这块墙壁又必须位于非常难以被注意到的地方。吴邪按照这样的思路，俯下身子查看石壁和地面各处。果然有一块四方的衔接石板，非常可疑。怎么没反应？还是没反应。哎，哦，难道像外国大片里那样，墙壁翻转，把我带到隔壁另一面去？要不就是墙像门一样打开。哎呀！这种设计哪里叫暗门啊？明明是个陷阱啊！幸好这下面不是什么挫骨钢刀。啊！我的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矿灯就和命一样重要。要是没有光，在这根本不可能有光源的古墓里，就是死路一条。电池应该摔到左边去了。第24集022000059。吴邪摸到了一只手，在黑暗中摸到自己没法解释的东西是最让人讨厌的。而且摸到那手的一刹那，他感觉到那手的主人肯定是已经死了，因为冰冷和浮肿的皮肤让人感觉不到一点生气。啊，对了，我身上还有一些火折子。吴邪赶紧点燃了一个火折子，借着火光，他看到那地方果然躺着一具尸体。尸体的肚子上有一个很大的窗口，窗口上围着很多尸鳖。这些尸鳖每一只都有人的手掌大，是青色的，不时还有一些小点的尸鳖从尸体的嘴巴和眼洞里爬出来。呀，看样子这个人已经死了1个星期左右了，应该又是上一个盗墓队伍里的牺牲品。难道他也是因为发现了那个机关，所以才死在这里的？想到这里，他忙借着马上就要熄灭的火光，找到电池，往矿灯里一装，矿灯立刻又亮了。那老板说这矿灯可以承受3米以上坠落的撞击，看样子还真没骗我。这看起来是个4方的地窖。四周都是石墙，墙上有很多排气孔，也不知道通到什么地方。吴邪又开始检查那具尸体，那是一个中年人，40岁左右，身上穿着迷彩服，口袋鼓鼓囊囊的。他再仔细一看，那人的腹部被撕裂了，应该是致命伤。一个钱包。还有一张车站寄存处的纸条。这个皮带扣上有一个钢印，022000059，这是什么意思？这里的建筑风格很像西周时候的古墓，又有点像一条临时的逃生通道。不太可能会有人把墓修在别人的墓地上面，可能这里就是造墓的工匠给自己留的后路。吴邪的猜测不无道理，
古时候，特别是战国时，如果参加了修贵族墓穴的工程，那就等于是死，不是被毒杀，就是和尸体活埋在一起。但劳动人民的智慧是不容忽视的，大多数工匠都会给自己留一条秘密的通道，好让自己逃出升天。吴邪用灯一扫，果然看见一扇非常狭小的门在一边的墙上，但这扇门离地面还是有点高度的，下面有一架木头梯子，已经烂光了。吴邪估计了一下高度，自己不可能跳得上去。这时他看到一张熟悉的脸突然从那通道里探了出来。潘子，你在这儿？哎，潘子，是我吴邪，我不是粽子，你别……好臭，是尸鳖！吴邪猛转过身，就看见好几只青色的大尸鳖趴在墙上，几只大鳌杀气腾腾地扬着，有几只已经爬到头顶的天花板上了，离他的脑袋只有10几厘米。你还没死蛋了，还傻站在那里干什么？快点跑过来啊！哦，手给我！吴邪还没站稳，潘子那支短枪突然从吴邪的裤裆下面伸了出去，又是一枪。那弹壳直接跳出来，打到吴邪的裆部。你爷爷的，想阉了我呀！妈的，现在当然是命更重要啊！这时吴邪才发现矿灯已经不在他手上了，回头一看，发现掉在了下面。那光源的四周爬满了大大小小的尸鳖，青幽幽的一大片，不知道是从哪里爬出来的。潘子，你还有多少子弹？还有1颗矿溶弹。第25集，迷宫。潘子到底是当过兵的人，应变的本领不在话下，直接变枪为锤，拿着枪管把那木头枪托当锤子，一下子就把那虫子砸扁，踢了下去。但是这根本不是长久之计，更多的虫子爬了上来，两人连踢带敲，还是有几只爬到了身上。那带倒钩的爪子一下子就带去了吴邪脸上一块皮肉。潘子，我们跑吧，这么多根本没法打。跑哪里去啊？我们后面肯定是个出口，你看这坑道，绝对是古时候的修木工匠逃命用的，只要沿着这个跑，肯定就能出去。屁！我说你们这些书呆子，就是以为书上说的都对。我告诉你，这道我都走遍了，根本就是个迷宫。我好不容易走到这个地方，算有点起色。要是再往后退，不知道要转悠到什么时候。难道我猜错了？那总比在这里喂虫子强啊！这个时候，上面的暗门突然又掉下来一个人，刚好压在那些虫子身上。这突如其来的撞击吓得那些虫子四散退开。哎呦，我的屁股！这他妈什么门啊？怎么还是往下开的呀？我靠，这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多虫子？这不是刚才在主墓吓唬我们的那个摸金贼吗？真是冤家路窄。正说着，那些尸鳖又迅速地围了过来。那人也算厉害，把那手电当榔头用，一敲一支，但是根本不顶用。很快，他的背上就爬满了虫子。他把手伸到后面，想把那些虫子扯下来。这个时候，潘子突然掏出怀里的所有火折子，一把全点上，然后一个纵身就跳了下去。哎，潘子！潘子就地一个打滚，翻到了那摸金贼的边上。
尸鳖怕火，一只只全逃走了。可是火折子不是长久的点火工具，刚才这一连串的动作之后，火势已经越来越小了。小三爷，你那里还有没有火折子？还有几个，咱们俩豁出去了，我也跳。哎呀，我的爷爷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吴邪忙爬起来，跑到他们边上。那些尸鳖忌惮火，一时间也不敢扑上来。但是随着那火光越来越暗，他们的包围圈也越来越小。还要歇菜了。同志们，是我连累你们了。看样子我们都要去见马克思了。我胖子这什么都没怕过，可真没想到会这么死啊！这位自称胖子的摸金贼穿着一套黑色的老鼠衣，所以在黑暗中看不出他的体型来。但只要再仔细瞧几眼，就不难发现，对方的确是一个白白胖胖的人。真想不到，这么肥的人也能做摸金贼。死胖子，你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真想抽死你！火折子快不行了，你们快想想办法，不然不管谁抽谁都是虫子占便宜。喂，胖子，接枪！小三爷，给火折子。本来我们可以把衣服烧了，还能撑点时间，可这火折子的火太小了，可能还没点着，我们就已经挂了。我数到3，我来吸引这些虫子，你们就拼命跑到墙根那儿，做个人梯爬上去，时间肯定够。我动作快，等你们上去了，我再跑过去，时间一刻都不能耽误。啊，这我……哎！还没等吴邪拒绝，潘子猛地一跳，就扑进那尸鳖堆里了。马上，那尸鳖潮水一样的涌上去，吴邪面前果然有了一条路。潘子，快上去！手给我！潘子，快爬起来，就几步路，快！糟了，这些虫子攻击性太强了。走啊！潘子的脸逐渐被尸鳖盖满，他伸出布满伤痕的手，做了一个枪的手势。吴邪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不，兄弟，得罪了。第26集，闷油瓶。就在胖子即将扣动扳机的时刻，又一个人从上面下来了。不过，这个人是跳下来，而不是摔下来的。他落地的时候很稳，但是分量非常重，躬身缓冲，单手撑地，一气呵成。那些尸鳖先是一愣，突然他们就像疯了一样，到处乱撞起来，拼了命的想远离那个人。原本像潮水一样涌过来的那些大虫子，这个时候同样像潮水一样退了下去，消失在墙壁上的几处沟穴深处。闷油瓶，我天，这家伙居然没死！这会儿，小哥上身的衣服已经悉数破光，浑身上下都是血，看样子受了比较严重的伤。他瞥见地上已经奄奄一息的潘子，忙上去一把将他背了起来。吴邪和胖子也赶快伸手下去，一人拉住潘子，一人拉住小哥，把他们拉了上来。还真是沧海变桑田，绝境逢生。刚才还是十死无生的境地，现在突然就形势逆转了。快走，他追过来了。吴邪还没有领会他话中的意思，胖子就已经跳了起来，一把背起潘子。吴邪急忙捡起潘子的矿灯，在前面开路，四个人就直接往食道的深处跑去。不知道跑了多久，他们转过无数的弯，小哥突然停下脚步，拉住了胖子。行了，这里的食道设计有些古怪，他短时间内应该追不过来。
你们说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他伤得非常严重，大部分伤口都不深，只是脖子和腹部有几处，几乎可以致命。看样子，这些虫子非常善于攻击人柔软的地方。先前我摸到手的那具尸体，也是腹部被咬得最厉害。帮我按住他。你要干什么？他肚子里钻进去一只。不会吧？从你们刚才表现来看，我相信这个黑衣小哥多一点。胖子已经按住了潘子的脚，吴邪只好赶紧按住潘子的手。小哥一刀挑起他肚子上的口子，然后用他的手指以闪电般的速度插进潘子的伤口，一探一勾，夹出一只青色的尸鳖来。这只窒息死在了他的肚子里，伤口太深，如果不消毒可能会感染，到时会非常麻烦。哎，要不咱们学学美国人民的先进经验，把枪里的最后一颗光荣弹用到真正需要它的地方。咱们把子弹头拧下来，用火药烧它伤口。死胖子！我又不是中枪伤，你想烧到我的肠子？幸亏没扔着绷带，先给我绑上，绷紧点儿，这点伤不算什么。哎呦，这年头不流行个人英雄主义了，同志，您肠子我都看见了，您就别死撑了。胖子，你别乱来，子弹烧到他的内脏就完了，还是先包起来吧。得，也对，那就听你们的啊。用这个再给他裹一层。哎呀，都怪我！要不是我把那些火折子弄掉了，也许潘子也不至于弄成这样子。哎，胖子，你到底是谁啊？我来了。第27集，屁。胖子举起那只剩一颗光荣弹的短枪，示意小哥，意思是要跟他拼了。小哥一摆手，不同意，然后让吴邪他们学着他的样子捂住鼻子，他自己则是一只手按住潘子的鼻子，一只手关掉了矿灯。这时，四周陷入了一片漆黑，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那诡异的声音上。那声音越来越近，空气中渐渐地弥漫起一股奇特的腥臭味儿。那个声音不见了，难道他发现我们了？我的老天，这声音几乎就在我的耳朵边上。吴邪顿时头皮发麻，死命按住嘴不让自己叫出来，冷汗几乎把他的衣服湿透了。这几分钟极度煎熬，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到底会是什么。又过了大概30秒，那声音终于开始向远处移动了。我的姥姥终于有一线生机了。哪个王八蛋竟然在这个时候放屁？咯咯声突然消失了。与此同时，矿灯亮了起来。此时此刻，一张巨大的怪脸几乎就贴在吴邪的鼻子上，两只没有瞳孔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吴邪的眼睛。跑！小哥一声令下，胖子灵活的一个就地打滚，把潘子背起来，撒腿就跑。死胖子，是不是你放屁？我靠！你哪只眼睛看你胖爷放屁了？你可真是个灾星！
你喊什么？吴邪话音未落，突然脚下一空，掉了下去。原来刚才没拿矿灯，又转了几个弯，大家看不见四周，脚下的路突然间就没了。痛！胖子打开了他的狼眼手电，四周骤然亮起来。原来这里又是一个石室，非常简陋，和他们刚才大战尸鳖的那个非常类似，但大小不同。真他妈冤家路窄，该不会在这儿又招虫子咬吧？哎，有小哥在，至少不用怕虫子。啊，那小哥呢？靠，竟然不见了！难道和我们跑岔了路？哎呀，刚才太混乱了，我根本就没注意，他跟没跟过来。完了，我知道了，那不知道是什么的怪物，怎么会让我们轻易跑掉？肯定是闷油瓶在后面帮我们挡了一下，他是不是凶多吉少了？哎呀，完了，这样下去，迟早是个死啊！胖子检查了一下四周，然后把潘子放到角落里，自己也坐了下来。借着微弱的光芒，他上下打量着吴邪。哎，对了，你们是不是也来找鬼洗的？啊？鬼洗？真的有这个东西？怎么，你们什么都不知道，竟然敢下到这墓里？你知不知道，这个鲁殇王他是干什么的？他不就是个小诸侯王吗？只是听说能借阴兵打仗。屁！我跟你说啊，这个所谓的鲁殇王和那个所谓借阴兵打仗，其实就一个弥天大谎。这个古墓里暗藏的玄机，如果我不告诉你，你猜破脑袋也猜不到。吴邪这几年做古董和拓本生意，积累了不少看人的经验。这一行最考眼力，既要会看东西，又要会看人。他一看这个胖子就不是一个实在人，想从这种人嘴里打听消息，说好话不如激他。于是吴邪装作根本不相信的样子。切，说的像什么似的？你要真知道，能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在这里乱撞？第28集，虚关之局。嘿，你小子还不信呢？我胖爷来之前可是实实在在做了1个月的准备工作。哎，你知道这鲁殇王是干什么的吗？知道借阴兵是怎么回事吗？知道这鬼洗有什么用吗？我不知道，你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啊，这鲁殇王说的好听，哎，是个将军，其实说白了和咱们一样，就是个倒斗的。三叔也说过类似的话，不过他们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不过那个人家比咱们厉害啊，倒斗倒的都封王了。你从哪儿看来的？帛书上有记载，那鲁殇王的部队大多都是白天休息，夜里行军，经常一下子一整支部队就消失了，然后又突然在另一个地方出现，而且他们去过的地方经常是坟多破败，问之则曰阴兵尽出也。哎，你就说咱们这些唯物主义者怎么可能会相信世界上有阴兵这种东西啊？那这阴兵究竟指的是什么？一定是他们到处挖坟盗墓，被人发现坟土被动了，所以干脆就说是鲁殇王借了这些墓主的魂魄。于是啊，借阴兵一说便四传开来。那个时候人非常迷信这个，后来就传得神乎其神了。你凭这些信息就得出这个结论，未免太武断了吧？当然不止这点证据了，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这7星移棺。历史上记载啊，首先是盗墓贼使用的，因为他们自觉盗墓无数，担心死后遭到同样的命运，于是凭借他们的经验设计了这个虚棺之举。也就是说，这7口棺材除了一个真正的主棺之外，其他6口都是假的。
哎，没错啊，无论哪口被误开，都是九死一生，里面不是暗弩就是设了邪术。到了宋代以后啊，这局才逐渐被一些能人巧匠发扬光大。不过这种设计出自不光彩的职业，普通人家里觉得不吉利，而且一个墓穴放7口棺材，花费多高啊！照你这么说，那有没有办法分辨出哪个是主棺？嘿嘿，看你这小同志还挺好学啊，那我就学学孔老二，诲人不倦啊！你听好，要分辨这7星移棺，并不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行有行规，一般人倒斗遇到7星棺都会叩几个头，自觉退出去，老总都不会怪罪。以前兵荒马乱的年月，一些搬山道人衣食无着，这实在没办法，只好破了规矩。那时候就有个高人想出一个办法，破了这局，那就是什么？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那就是用2根撬棍将棺材撬起一角，然后在棺底凿穿一个小孔，用一个铁钩探入，看看勾出来的东西是什么。这样一来，就可以判断这棺材里到底是什么了。哇，这盗墓者和设计者之间的斗智，都可以写一部书了。但是这里的7口石棺恐怕都是假的，连这个鲁王墓都是假的。哎，没东西爬到咱们这儿吧？啊，没有。那我接着说了啊，本来我是怎么都想不通这一点的，但是掉到那个石道迷宫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里他妈竟然是一个西周墓啊！难道这里不是那些工匠挖的逃生通道？小三爷，我早跟你说了，这里怎么可能是逃生通道？你见过谁把逃生通道挖得像迷宫一样？谁会有这么好的兴致？可是，怎么可能有人会把自己的墓穴修在别人的墓穴上面？这不是想断子绝孙吗？哎，我说，你也是个倒斗的，自然知道风水这些说法。咱们这些倒斗人是最不屑听的。这风水除了指导我们倒斗外，我还真看不出来有什么其他用。风水是门学问，但是是古人的学问，死人的学问，和咱们这些社会主义大好青年是不相干的。你这话说的倒是有道理。而且，这把自己葬在别人墓里，风水也有这么一说，好像藏龙穴，反正就是类似一个名字啊。这些肤浅的名字，咱们就别管它了。反正把自己葬在别人墓里，只要你命里配合，布置得当，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那鲁商王的棺材肯定就藏在这西周墓里，绝对错不了。怎么，就你这熊样，也懂风水？嘿，什么懂不懂的？如果我不懂，我怎么能知道这么多东西？也不知道你哪里听来的这些胡说八道。你要是真懂风水，你带我们走出这个迷宫，我可是转了7、8圈都找不着路啊。第29集，小手。对了，潘子，当时你怎么丢下我自己跑掉了？差点被吓死。哎，三叔他们呢？我也不是很清楚。那时候那小哥去追这个死胖子，虽然三爷让我不要追过去，但是我心想，那小子如果紧张起来，必然是有重要的事情，而且有件事我没和你说。啊？什么事？我总觉得那小子跟着我们过来，目的不单纯，我不是很相信他，也想去看看，所以我就跟了上去。我跑了几分钟，突然看见前面的墓道里有什么东西，我拿灯一照，那东西嗖的一下就不见了。我有点紧张起来，就走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我看到那石头和石头的缝隙里，好像夹着一只5指一样长的人手。手？对，当时我就凑过去看。你知道，我这人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大便也想尝一尝。现在想想，还真有点后怕。发生什么了？那只像手的东西，突
突然就冲了出来，一把掐住我的脖子。你割伤了他，然后呢？我想，这墙后面肯定有蹊跷，就去查那墙。我左敲敲右踢踢，突然不知道按了什么东西，整个人就掉了下去。之后的事情你们也知道了，我掉到了和这里一样的石头室里，然后发现了石刀。幸亏老子身手好，跳了半天，终于跳了上去，要不然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碰到小三爷。唉，那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三叔他们的下落？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三爷他们失踪了。死胖子，那你是怎么下来的？你给我说实话，那鬼东西是不是你招惹出来的？哎，你要这么说，那我真是比苏三还冤了啊！我跑到那地方的时候，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的老头子已经把那怪物弄出来了，跟在我后面那小子看到，叫了声糟糕，转头就跑了。我一寻思，如果我和那怪物拼命，倒也不是没有胜算，但是组织上给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于是我转头就跑了。这跑了一会儿啊，就看见那小哥在我前面停下来，叫我站在那儿。我还以为他要救我呢，结果他一脚踢开那墙壁，我就掉抽子堆里了。你看，那黑衣小哥好像对这个古墓非常了解，这非常不简单，肯定有问题。我一直觉得他人还不错，因为只要有他在，就很有安全感。但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这一路走来，那家伙好像知道的太多了，好像什么他都能料到一样。哎呀，不说了，现在也没什么办法，我们先休息一下吧。吃点饼干，缓缓。我要一块就够了，肠子都穿了，吃多了也是露出来，还是留给你们吃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多吃了。哎，话说，咱们干坐这儿也不是办法，要不我们还是进那个石道碰碰运气吧。他说的倒是没错。那好，正好我打个盹儿，等我醒了就出发吧。对面这胖子是在对我做鬼脸吗？也太不靠谱了。他是不是有精神分裂啊？在这古墓里，谁还能想出在头上套个瓦罐来吓唬人？这种人不是胆子太肥，就是脑子太瘦。现在我们一个人身负重伤，3个人不知去向。在这种环境下，他竟然还有这个兴致。要是我还有力气，高低得冲上去给他一下。吴邪正想着，他突然发现潘子竟然也在朝他挤眉弄眼，手还在不停地拍着自己的肩膀。呵，神经病也能传染？手！好家伙，他们头上怎么冷汗都下来了？我手怎么了？没什么异样啊。难道是我的肩膀？吴邪看了看自己的手，没发现什么异常，接着又随意地转过头去，结果他突然发现，在他的肩膀上正搭着一只绿色的小手。第30集，动。搭在吴邪肩膀上的那只小手，5根手指都一样长，手臂极细，和潘子形容的一模一样，十分恐怖。吴邪一瞬间僵在了原地，胖子则是在一边一个劲儿地朝他做手势，叫他不要动。吴邪其实并不是很害怕，如果一个人一下子遇到的突发事情太多，反而会变得冷静起来。
在这个时候，吴邪反而有种被恶作剧的感觉，他突然间觉得非常厌烦，甚至想一把抓住那只手，狠狠地咬上一口。当然，理智还是告诉他，待在那里不要动。胖子用潘子的枪去挑那只手，想把那手挑下吴邪的肩膀，可那枪刚伸过去，那手就像一条蛇一样，一下子就缠上了枪杆，直接就往后拉去。胖子哪肯放手啊，大屁股一抖，和那手拔上河了。我来帮忙。接着，胖子二话不说，接过刀子，从下往上狠命一割，从那手上剥下一块皮来，那手突然间松开。哎呦！别跑！你们看，这儿有一条非常深的缝。胖子使劲往里面挤了挤，虽然里面还挺宽敞，但是入口太小了，以他的体型根本爬不进去。他丧气的一挥手，恼怒的用手去搬那些石砖。快看，原来这里有个大洞！这墙壁里竟然藏着一条这么窄的通道，难怪上次那些识别可以神出鬼没。看样子是人工挖出来的，难道是给那些识别活动的通道？哎，你说那些识别就在里面？那咱们还是别进去了吧。不用怕，刚才那小哥给我处理伤口的时候，我把他身上的血抹在了自己的手上。你看，你们用点口水往自己脸上也涂点，肯定管用。你也太缺德了，人家至少还救了你的命呢。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的血滴到地上，总觉得不能浪费啊。怎么，那小兄弟血这么厉害？那是。吴邪把在尸洞里的情形和胖子一说，胖子顿时对潘子手上的那片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恨不得把那块血弯下来似的，使劲蹭了蹭。那行啊，这以后我去倒斗也可以威风一下。谁要是敢吹我的蜡烛，我就让他跪棺材板上。小三爷，这小洞开在这里，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用意。不过，既然我们走不出那10道迷宫，我想这里也是个希望。要不我们进去看看？那里面阴风阵阵的，只能让一个人勉强通过，进去有点不妥当。但是，如果不进去，那也只能在这里等死。哎，算了，进就进。哎，潘兄弟，拉着我皮带啊，我在前面开路。胖子把自己的皮带摘下来，绑在脚上，一猫腰，第一个进了洞。然后潘子拉住那皮带，也跟着进去。吴邪看他们消失在黑暗中，心一横，索性也钻了进去。上帝保佑！胖子在前面爬得非常慢，有的地方他几乎过不去，一定要先运一下气，把屁股缩小了，才能通过。潘子在后面被拖得也很辛苦，毕竟是直接对着胖子的屁股。胖子，你可千万别再放屁了啊！他那么贫的人竟然也不吭声了，看样子确实累得够呛。有狂，悠着点儿。难道真让我们碰到这么好的运气？这个小洞是通到地面上的。第31集，大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吴邪小心翼翼地爬出洞口，
外面只有一小块凸起的地方可以让人站立，再往外就是悬崖了，最起码有15米的高度，而且风非常大，他们只能紧贴着崖壁来观察周围。那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岩洞，粗略估计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洞顶有一条大裂缝，月光从裂缝里照进来，正好可以勾勒出整个洞穴的轮廓。他们所在的位置就在靠西边的洞壁上，洞壁上下都没有可以攀爬的东西，周围也密密麻麻全是洞口，足有成千上万个，那密集的程度就好像这个洞壁被不同口径的超级机关枪扫射过10几遍一样。你们看，那棵很粗的树，哇，估计得有10层楼高吧。树上还盘绕着特别粗的藤蔓，到处都是藤蔓。靠里面的树枝上挂着很多东西，是不是果实啊？看样子不像。那些东西藏在浓密的藤蔓后面，不时被风吹得抖动几下，十分诡异。这个天然洞穴的底部有一条石头的围廊，从一个祭祀台一样的小型建筑开始，一直通到树冠下面。依稀可以看到，那围廊的终点是一处有10几级台阶的石台，上面放置着一张玉床。哎，那个玉床上是不是躺着个人？太远了，这也看不清楚啊。哎呀，还真被老子找着了！这里肯定是那个西周墓的主墓室，躺在那玉台上的就是那鲁昌王的尸身没跑了。这鲁商老二还真够缺德的啊！鸠占鹊巢，把人家斗倒掉，自己住进来。今天我胖爷就来替天行道，收拾收拾你这没职业道德的，让你知道倒斗就是这个下场。你还真是没想自己是干什么的，连自己也一刀骂进去了。我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这鲁商王十分邪门，这里必然还另有玄机。我看，我们还是想办法从上面的裂缝先回到地面上去比较好。啊，要爬到顶上已经不容易了，还要在顶上倒挂着很长一段距离才能到那个裂缝口。我们又不是蜘蛛人，怎么可能做得到？胖子，你怎么看？还没等吴邪说完，胖子的半个身子已经探到悬崖外面去了，根本没把潘子的话放在心上，一眨眼便身手敏捷地爬下去2米多，到了另一个洞口处。然而他刚想继续往下爬，那洞里突然伸出一只手，一把抓住了他的脚。别动，你再走一步就死定了。是三叔的声音。三叔，是不是你？大侄子，你跑哪儿去了？担心死我了。你没事吧？没事，不过潘子受伤了，都是这胖子害的。同志，请你别抓我的脚好吗？你这胖子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啊，少给我贫嘴！快下来！哎，脚不要乱踩，千万不要碰到那藤蔓。哪条？是不是这条啊？不要！原本看上去非常普通的藤蔓，突然像蛇一样昂了起来，末端像花一样展开，乍一看就像一只鬼手一样昂在那里，似乎在感觉胖子的方位。胖子只要一有动作，他也跟着移动，一左一右的，就像印度人在斗蛇一样。胖子越发来劲，竟然用脚在那里画圆圈，逗那藤蔓。这胖子也太不靠谱了吧，都这个节骨眼了，难怪他只能一个人来倒斗。如果他一直跟着我们，总有一天会被他害死。我说你这个人有完没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快给我下来！这下可麻烦了，悬崖下是50米的深渊，在实事的时候，吴邪和胖子2个人都拉不过一根藤蔓。这下子悬崖上又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借力，眼看着胖子就要不行了，
吴邪情急之下想找块石头扔下去砸那东西，可这悬崖上光秃秃的，一点渣都抠不下来。正胡乱摸着，突然就觉得脚上一紧。糟糕，哪里冒出来的鬼手藤？救命！完蛋了，这下死定了！第32集，青铜面具。这个时候，突然又有3、4根藤蔓被吴邪吸引，从悬崖上卷过来。其中有一根特别粗，一下子就缠在他的腰上。他在空中像个麻花一样被裹了好几圈，然后就被那特别粗的鬼手藤一带，后脑狠狠地在石壁上刮了一下。终于停了。我这是在哪里？吴邪逐渐缓过神来，眼前逐渐清晰。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被倒挂在那棵巨树的一根枝丫上，他的头下面就是那放置着一具神秘尸体的石台。这石台上居然有一男一女2具尸体。这年轻女尸身上披着白纱，双眼紧闭，面容安详，还有几分俊俏，而且身上一点也没腐烂。这男尸戴着一张狐狸脸的青铜面具，浑身上下裹着紧身的盔甲，双手放在胸前，手中拿着一个紫金的盒子。这盔甲师还真是令人不舒服。等等，不会是我的错觉吧？那盔甲师好像在盯着我。我得快点想个办法下去。总这样倒挂着，脑子也快充血充爆了。吴邪用尽全身的力气抬头，发现自己的脚被一根藤蔓缠住，身上则是惨不忍睹，几乎全都是淤伤。再转过头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他目力所及的地方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尸体，根本看不到头。这绝对不是几十具、几百具尸体可以形成的情景，估计得有上万。藤蔓上悬挂的尸体随风摇曳，看上去像很多骨头做成的风铃。有人的尸体，也有动物的尸体，大部分已经完全风化，还有少数腐烂得非常厉害。空气中不时传来一股恶臭，而大大小小的尸鳖就像苍蝇一样密密麻麻地挤在那些尸体上啃食着。还好之前特地从潘子那里弄来了一些闷油瓶的血涂在了身上，看样子还真的管用。虽然这样做有点缺德，不过缺德总比缺胳膊少腿好。对了，也不知道那胖子怎么样了。吴邪再次尝试往外看，却依旧什么都看不到。他在身上摸来摸去，怎么只有一个数码相机啊？根本没什么能用的东西。吴邪睁眼一看，他的脸几乎就贴在那女尸的脸上，再往下一点儿就要嘴对嘴了，吓得他忙缩起嘴巴和脖子。就在这时，他眼睛一瞄，突然看到盔甲师腰部有一把小佩刀。这位仙女，我现在形势所逼，问你朋友借把小刀，他总不会介意吧？
吴邪扭动着腰部，竭力朝那佩刀伸出手去。当了2、3下，突然发力，一下子抓住了刀柄，再用力一抽。没想到那刀那么紧，他不但没有抽出来，反而把那盔甲师的腰带整个给扯了下来。糟了，怎么把人家裤腰带扯下来了？这样还不得和我翻脸？吴邪忙用双腿夹住刀鞘，用力一拔，把刀给拔了出来。天助我也，是把好刀。糟了！还好我着地的时候收住了力气，才没有实打实的压下去，不然这尸体肯定连屎都被我压出来。由于惯性太大，想和女尸保持距离已经是不可能了。吴邪的脸整个贴到了女尸的脸上，只觉得冰凉冰凉的，冷得人汗毛直竖。会不会有一条舌头从他嘴巴里伸出来，直接插到我喉咙里去，把我的5脏6腑吸出来？看起来是不会。运气还不错，碰到个通情达理的主。那我就先走一步了。啊，好香啊！啊！盔甲老兄，现在是你老婆不让我走，不是我轻薄她，你不要搞错啊！吴邪转头一看，原来刚才扯下盔甲师的腰带的时候，相连接的一块甲片掉了下来。现在唯一可以庆幸的是，搭着我的是这具女尸，而不是隔壁那个怪物，要不然我肯定已经尿裤子了。就这样僵持了10几秒，吴邪看那女尸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就想偷偷的从她胳膊下面钻出去。可是他刚一动弹，意外就发生了。第33集，青眼狐尸。女尸的手像有知觉似的，竟然跟着吴邪的脖子移动。吴邪往前，他也往前；吴邪往后，他也往后。吴邪干脆心一横，猛一抬脖子，我干脆就挣脱你，然后一个打滚开溜。只是吴邪没想到，那女尸的手拉得那么紧，他一个抬头，竟然把对方拉得坐了起来，而且这一震动，那女尸的嘴张了开来，露出了含在嘴里的东西。那是一把镶嵌着珠子的铜制钥匙，珠子墨绿墨绿的，应该不一般。看不出来是什么成分。古人有时候把珠子放在死人嘴里防腐，这应该也是这个作用吧。如果我把这钥匙拿出来，眼前这具千年美尸会瞬间变成干尸吗？那种恐怖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冒险去做的。不过现在这种情形也太尴尬了，我总不能背着这具尸体跑路吧？想不到这么细的藤蔓力气还这么大！小同志，你怎么也在这儿？这位美女是？这个是死的，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啊！那也得给我先放下来呀！用这个。好嘞。哎，不对，等一下。胖子摔下来，正好趴在那盔甲师身上，竟然把那盔甲师的面具给撞掉了。
吴邪刚想探头过去看，胖子突然转过身，出声阻拦：“哎，千万别看，这是只青眼狐狸！”可惜，胖子叫得太晚了。一瞬间，吴邪已经看到那面具下的脸，只一眼，就让吴邪吓得头发都炸了起来。啊，这哪里是人呢？那面具下面是一张白惨惨的脸，如果仔细看，还能依稀分辨出人的五官。整颗人头上都没有毛发，没有眉毛和胡子，脸庞非常尖，而且有点畸形的程度。他的眼睛几乎只是一条长长的缝，两只青色的眼珠在两条缝里发着寒光，其他五官几乎都已经无法分辨了。乍一看，这张脸非常像一只正在狞笑的人面狐狸，特别是他的两只青色眼珠子，看上去更加诡异。如果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看到，恐怕会把人吓死。哎呀，真想不到啊，这鲁山王竟然长这副德行。这真的是鲁山王吗？怎么看上去像只狐狸？我一个朋友跟我说过，这叫青眼狐尸。很久以前，有个人倒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朝代的古墓，打开棺椁后，发现里面尸身上竟然躺着只青眼狐狸。狐狸是有妖性的东西，尸体上躺着狐狸十分不妙。本来应该把东西原封不动的放回去，可是那个摸金的道行未够，心有不甘，竟然偷偷留了一只玉乌龟。不过当时也没发生什么事儿。当时没有，那后来呢？很多年后，他金盆洗手，回乡娶了老婆。后来他老婆10月怀胎，那稳婆给他老婆接生的时候，突然大叫一声晕过去了。那人冲进去一看，原来他老婆生的孩子长着一对青色的眼睛。那摸金的一开始并未察觉是那只狐狸在作祟，只以为孩子得了怪病，四处求医。谁知道啊，那孩子的病不仅没好，反而毛发都逐渐掉光了，脸儿也长得越来越像狐狸了。这么邪性？没错。这个时候那摸金的才发觉缘由，于是长途跋涉回到那个古墓，将那只玉乌龟放回去。自此以后，那孩子的病就再没恶化。但是啊，那狐狸一样的怪脸却怎么也变不回去了。听着怪瘆人的。总之，这青眼狐尸十分邪门，听说看一眼就会被传染，脸儿就会慢慢变得和他一样。哎，你刚才看了没有？别胡说，变不变是以后的事，你先把我弄出来再说。也是，现在这个情况，再唧唧歪歪就真不是个东西了。这太紧了，别担心啊，你胖爷有的是手段，实在不行我就把他手给砍下来。哎，不行，万一这尸体里有尸毒怎么办？而且我和人家又没什么仇恨，一上来先断别人一只手，太不厚道了。一般来说，这尸体死而不僵，肯定是有心愿未了。你替他了了心愿，他自然就会放你走了。你不如想一下啊，他刚才勾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刚才我起身的时候，他嘴巴突然张开，里面好像有一个东西，看形状好像是一把钥匙。难道是这个？吴邪小心翼翼地把女尸的头扶正，准备将那把钥匙取出来。得罪了。第34集，钥匙。吴邪用手压住女尸的两腮，那女尸微微张口，露出舌头下面那把镶嵌着碧绿珠子的钥匙。我靠，这可是个好东西啊！他肯定是想要你把那钥匙拿出来。你想啊，他嘴巴那么小，含把钥匙多难受啊！万一他一口咬下来怎么办？
你看看你，现在浑身上下都是破绽，他咬你哪儿不好，非得咬你手啊？也对，大不了少2根手指。吴邪心一横，插起2根手指，颤抖着往女尸嘴里伸去。就在他几乎碰到对方嘴唇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飘进了他的耳朵里。住手！三叔的声音，他不是还在悬崖上吗？怎么这个声音好像就在附近？你手上有血气，一入尸嘴马上就会起尸，千万不要乱来。三叔，你在哪儿？我没看见你。你怎么在这玉台下面？我以后再和你解释。你按照我的方法，将那女尸的头低下，用大拇指顶住她的喉咙，然后拍她的后脑一下。记住，一定要顶住她的喉咙，不然那钥匙会被她吞进去的。哦，好的。吴邪照着吴三省的话，一顶那女尸的喉咙，然后轻轻一拍，一把钥匙就从那女尸的嘴里掉了出来。那钥匙刚掉到玉台上，吴邪就觉得肩膀一松，那女尸的双臂垂了下来，尸身躺倒在玉石台上。终于解放了。大侄子，你身边是不是还有个胖子？是的。你看看他银子有没有？吴邪抬头看了一眼胖子，他已经拿起掉下的钥匙，正在仔细的研究。他的影子被玉石床的影子遮住了，如果不探头出去，也看不出到底有没有。我已经看不清楚。你听着，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不要怕啊！我在刚刚来这个地方的路上，看到了那个胖子的尸体，你千万要小心。你眼前的这个胖子恐怕不是人。三叔，你会不会看错了的？不会，那肯定是他，我不会看错的。估计也是上一批盗墓者里的一个。他刚才肯定在怂恿你把手伸到那女尸的嘴里，是吧？那就是在害你。啊！照你这么说，我眼前的这个胖子是个鬼？是。无论他说什么，你都不要相信。你现在快找找身边有什么辟邪的东西，快！这个时候，胖子抬起头来看了吴邪一眼，那眼神非常诡异，好像非常怨毒的样子，不由得让吴邪马上相信了一半。吴邪忙东摸西摸，摸到那盔甲尸体的腰带，上面还连着那配刀的刀鞘。古人一般都会在自己的尸袋上刻下正骨的文字，也许有用。吴邪忙拿起那把佩刀，虽然那腰带上的字已经很淡了，但他还是一眼就辨认出，那的确是鲁国的文字。难道这个人真的就是鲁山王？那边上这具女尸又是谁呢？难道是他的夫人？吴邪的眼睛也没闲着，已经把腰带扫了一遍。那些文字虽然大部分他都看不懂，但上面有用金粉描的“阴溪宝地”4个字，还十分好认，的确是镇鬼的咒语。对了，三叔，这玉床又不通透，你怎么能看到我们？我也不知道，我从下面看上去都看得很清楚，好像是块透明的玻璃一样。我走过来的时候，正看到你要从那女尸的嘴里取钥匙，我这才叫住你。幸亏你能听见我说话，不然你把手放进去就糟糕了。这玉床又不宽，上面2具尸体并排放得非常近，而且这里的月光又不是特别明亮，要想在这种光线程度下透过2具并列的尸体看得这么清楚，似乎有点不可能啊。吴邪又看了一眼胖子，见他还在研究那把钥匙，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以胖子的性格，
就算他听不懂我讲的杭州话，必然也会插嘴，绝对不可能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一把钥匙看那么久啊！第35集，殊死一搏。胖子，你小子原来一直在骗我！你干什么？叫你跑！什么情况啊？前面就是石祭台，要是踩进去，估计又得挂腊肠。难道他真的是个恶鬼，想拉我垫背？可是哪有恶鬼拿刀捅人的？没路了，不管了，豁出去了！老子掐死你！你狠我也不是，你拼了！吴邪被猛地卡住了脖子，情急之下，他用腰带也一把勒住了胖子的脖子。吴邪一看胖子根本没有留手，掐得他舌头都要吐出来了，也忙使上了吃奶的力气。两个人你勒着我，我掐着你，是要在自己窒息之前把对方给掐死。那牛皮腰带猝不及防地断开了，上面有小鳞片一样的铜甲。牛皮一断，铜甲天女散花一样的掉在了吴邪脸上，那块刻着阴溪宝地的甲片就掉进了他张开的嘴巴里，一股苦涩的液体瞬间流进了他的喉咙。想起那甲片是尸体上的，吴邪被恶心得猛然一呛，接着眼前突然一阵迷蒙，好像掉到一团黑色的雾气里一样。难道这么快我就被胖子掐死了？吴邪只觉得嘴巴里的苦味越来越浓，眼前的东西渐渐的越来越清晰，然后他猛然一惊醒，发现自己被胖子压在那玉床上。胖子眼睛发青，双手死死地掐住吴邪的脖子，而那女尸的嘴巴里的钥匙也没有掉出来，双手还是紧紧地勾着吴邪的肩膀，场面极其混乱。难道刚才的一切竟然都是幻觉？吴邪转头看边上那具青眼狐尸，他的面具还在地上，两只细缝里的眼珠已经转到他们这边，直直地盯着他们。不，难怪刚才胖子叫我不要看，这青眼狐尸的眼睛竟然这么邪门。胖子力气很大，直接把吴邪掐清醒了，眼看着自己就要被掐死，吴邪忙一摸嘴巴，发现嘴巴里那块甲片已经融化了。他正心急时，眼角突然瞟到胡师手上那只紫金盒子，也没想那么多，拼命伸手拿起来就朝胖子的脑袋上砸去。妈的！你哪里是想把我掐死？你整个就想把我的脖子掐断了！就在这时，那青眼狐尸的眼睛好像突然睁大了一样，一股奇怪的力量引着看向他。吴邪的脑子里突然又开始混沌起来，情急之下，他也顾不上胖子了，一把把胖子推到那尸体上。胖子非常魁梧，正好把尸体压了个结实，这么一压，
那种奇怪的感觉马上就消失了。好疼！我这脖子都要被他夹变形了。这秦燕护士的眼睛这么厉害，要不是我碰巧断了他腰带上的那块甲片，我和胖子必然要死一个。啊！这紫金盒子上有钥匙孔，难道女士嘴里那把钥匙就是用来开这个盒子的？第36集，八重宝函。那紫金盒子手感很沉，看上去有点像缩小的八重宝函里的银棱鹿鼎，只不过小了很多。八重宝函是用来放舍利子的，但先秦时期佛教还没传入中国，这里面放的肯定不是舍利子。难道里面装的就是胖子说的那枚鬼玺？没声音，不会什么都没有吧？试试吧。钥匙还在女尸的嘴里，吴邪定了定神，双指探入女尸的舌下，夹住那把钥匙，然后小心翼翼地夹了出来。那钥匙还没出他嘴巴，吴邪就看到一条极细的丝线绑在那钥匙柄上，一直通到那女尸的喉咙里去。这条线的那头好像还绑着什么东西。吴邪突然想起爷爷和他说过，商朝的时候，中国的工匠已经可以巧妙地把一些弩机装到人的尸体里，用金丝激发，只要盗墓贼一取出尸体嘴巴或者肛门里的玉塞或者宝珠，机关马上启动，弩箭就会破体而出。因为那时候人和尸体的距离往往很近，根本无法闪避，所以不知道有多少盗墓贼死在这种机关之下。于是吴邪警惕地按了按女尸的肚子，果然摸到几块坚硬的东西。幸亏我手慢，如果是胖子或是潘子，恐怕已经中招了。这一切的安排好像就是专门为了盗墓贼设计的，真是吓人。那钥匙后面的丝线是金丝，能拉不能折，吴邪用指甲一掐就断了。他拿出钥匙，和那紫金盒子上的钥匙孔对了一下，果然可以对上。也不知道这盒子里有什么蹊跷，说不定还有机关，还是暂时不开为妙。就在这个时候，吴邪突然发现勾着他的那具女尸变得狰狞起来，那女尸的脸就像变质的橘子一样，瞬间瘪了下去，嗓子里发出没法形容的声音。只几秒钟的功夫，他就从活生生的美人迅速变成了一具干尸。吴邪只是抖了抖肩膀，他那枯朽的手臂就断了。干枯的身体摔到玉台上，还在不停地收缩着。哇，看样子这把钥匙上的宝石真的有防腐的作用。吴邪吓得够呛，不敢再胡思乱想，干脆把这些东西全部塞进包里，然后就去背胖子。胖子被砸得够呛，拉了好几下也没有动静。不至于吧？难不成被我打死了？血！靠，这胖子也太重了！
石廊不长，吴邪很快就走到了中段。一出那个藤蔓缠绕的区域，他就看到了悬崖。吴三省和潘子都不在上面，看样子应该回去找出路了。他又走到石廊尽头的祭祀台处，把胖子放到祭祀台上，想好好的休息一下。突然他看到吴三省从最靠近地面的那个洞里钻了出来。三叔，我在这里。这下不怕了，三叔对这些奇门遁甲之类的东西很熟悉，有他在，那个迷宫根本就不算什么。吴三省看到吴邪，本来想笑，可是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他指了指吴邪身后，吴邪回头一看，胖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坐了起来，而那具青眼狐尸竟然正趴在他的背上，冷冷地看着这边。吴邪的眼神一下子就被定住了，怎么也移不开。也许是吃了腰带上的甲片的关系，虽然他头转不过来，但是竟然没有出现幻觉。他的眼前一阵阵恍惚，但是思维却很清晰。不好，三叔他们冲过来了，他们没尝过这狐尸的妖术，不知道厉害，贸然过来肯定要出事。怎么发不出声音？紧迫之下，吴邪只能两只手做了一个手枪的手势，枪头指着那狐狸尸的头，不停地点。潘子，你这次怎么也要机灵点，这个动作你还看不懂的话，真的可以去吃屎了。这玩意儿比吃屎还恶心。吴邪好不容易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吐了个干净，抬头就看到远处潘子一手捂着伤口，一手正对他做 OK 的手势。靠！你大爷的！第37集，棺椁。从吴三省那儿到这祭祀台有一段距离，一路上都是藤蔓，十分危险。不过吴三省很有办法，先用石头把那些藤引开，然后再自己过来。不一会儿，他和大奎就爬上了这个祭祀台。两人怕吴邪出事，马上过来查看。小三爷，这个味道。三叔，你可来了！一下子。三叔，在主墓里你们怎么丢下我跑掉了？把我吓死了！那鬼地方我一个人怎么待得下去啊？我让大奎这小子不要乱碰东西，他就是不听。当时我们在那个墓室的另一个耳室里看到一道幕墙，一般古墓里有幕墙，那后面肯定有个隐蔽的房间。不过我没想到，在这个古墓里，暗门都是向下开的，我一眼就找到了机关。可惜大奎手快，我还没弄清楚呢，机关已经被他按下去了。然后我们就调到了下一层的西周墓里去，后来就更邪门了。邪门？你别不信，看看我这些家伙。阿雷斯折叠冲锋枪，9毫米口径，打的是手枪子弹，就像一条中华香烟大小，才6斤不到，很容易上手。因为体积太小，这枪也很不稳定。没错，我们在墓道里发现了好几具尸体，还发现了这把枪和一些炸药。不仅如此，那地方全是弹孔，
看样子曾经发生过一场恶战。看来前一批进来的盗墓贼装备非常精良，至少比我们精良的多。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这些人进来后都没出去，难道已经全部死在这儿了？如果没死，他们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吴邪一边说，一边靠到那祭祀台上。没想到，那貌似非常结实的石台，竟然会撑不住。他还没压上全部的重量，那祭祀台就突然一沉，矮下去半截儿。糟了！吴邪吓了一大跳，还以为触动了什么机关，赶紧蹲下身子。只听到一连串机关启动的声音从他脚下开始，一路发出，最后在远处石台上传来一声巨响。他们探头一看，只见石台后的那棵巨树上竟然裂开了一个大口子，在裂口里出现一口用铁链固定的巨大青铜棺椁。那些铁链已经和树身合在一起，而且在青铜棺材的上面还绕了好几圈。原来真正的棺椁在这里！好家伙，这么大的棺材，肯定值老多钱了吧？哎呀，这下总算没白来。嘿嘿，值钱，值钱！大奎，你别老惦记着钱，这东西就算值钱，你也搬不走。我和你说了多少遍了，这叫棺椁，不是棺材，别老是丢我的脸。啊，是。奇怪，别人的棺材都是钉上了就没预备再打开，你看这架势，这个石台的机关好像本来就是为了让别人找到这口棺椁。难道这墓主原本就打算有朝一日让别人开自己的棺？而且三叔，你看这几根铁链子绑得那么结实，不像是用来固定的，反而像是不让里面的东西出去才绑上去的。我们一路过来，碰到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数不胜数。难道这里面又是什么怪物？到底是开好还是不开好呢？估计这墓里值点钱的宝贝都在里面了，不过去岂不是白来？哼，里面有粽子又怎么样？我们现在有枪有炮，实在不行就抄家伙和他拼了。说的也是。况且我们现在就算原路回去也不太可能。这悬崖上每一个洞几乎都是通到那10道迷宫里去的，要从那里出去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啊。最好的办法还是从上面爬出去。第38集，开棺。哎，你们看，这棵巨树的顶端离洞顶非常近，而且还有很多藤蔓从树上衍生到洞顶外面去，这简直就是一座天然的梯子。这整棵树上这么多枝桠，非常好爬，正好利于我们出去。三爷，你怎么在这里说胡话？那可是食人树，爬那棵树不是去找死吗？这棵树叫九头蛇柏，我早就想到了。你没看到那些藤蔓都不敢碰这里的石头吗？这石头叫天心岩，专克九头蛇柏。我们弄点石头灰涂在身上，保准顺顺利利的。能管用吗？你个废！哎，行了行了，我们去试试不就知道了。众人立刻行动起来。大奎背起胖子，吴三省扶起潘子，吴邪收拾了一下装备，临走前还回头看了一眼岩洞。我们现在都平安，不知道闷油瓶怎么样了。大侄子，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他的身手肯定能保护自己，你就放心吧。平心而论，我实在没有资格去担心闷油瓶，他的身手不知道在我之上多少。
而且似乎拥有奇术。要担心也应该是他担心我才对。吴邪端着枪走在最前面，其他人跟在后面，慢慢走上那高阶石台。吴邪刚才匆匆跑下来，没仔细看，这会儿才发现，原来这石台都是用大块的天心岩垒起来的，台阶上还刻了一些鹿头鹤。体积这么大，也不知道是怎么运进来的。这鲁殇王到底是什么级别的诸侯？怎么墓葬的规格这么离奇？众人走到那树洞前面，这才看清楚，那个洞原来不是自己裂开的，而是被里面的10几根铁链扯开的。那口巨大的青铜棺椁就在面前，最起码有2.5米长，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铭文。战国时期的文字比较复杂，而齐、鲁的文字是当时为学者普遍使用的文字。楚国在吞并了鲁国之后，也大量吸收了鲁国的文化，文字上也与鲁国比较相近。吴邪出手的拓本大多都是战国时期的东西，所以他对那些铭文还能看个大概。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不说话了，生怕吵醒了这墓主人。哎，大侄子，你能不能看懂上面写的什么？具体的我看不懂，不过可以肯定，这棺椁的主人就是我们要找的鲁殇王。这上面的文字应该就是他的生平。他似乎不到50岁就死了，无子无女，而他死时的情景和我以前了解到的一样，是在鲁国公面前突然作画。其他的应该都是他的一些事迹。那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啊？中间这个是个启字，这几个数字是一个日子，应该是标明下官的日期。但是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各行其事，历法乱得不得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哪一天。另一边，吴三省正在研究怎么开这棺椁，他摇摇那几根铁链，这些链子每根都有大拇指粗细。那时候中国刚刚进入铁器时代，这东西还属于奢侈品。经过这么多年，铁链大部分已经老化得不成样子了，基本上只能做个摆设。你们让开。那些铁链悉数断掉，只剩下几根用来固定位置的留在那里。大侄子，你也别研究了，把它搞开来再说。等等，你们听见？坏了，这里面果然有问题。第39集，活尸。吴邪一行人全都吓得后退了好几步。虽然他们早就想到这里肯定会出问题，但是真碰到，还是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这动静分明表示里面有位能动的主。棺材里的东西能动，肯定不是好事。里边好像有什么活的东西啊！三爷，这棺材我看我们还是别开了。啊，不可能，这个棺椁密封得很好，空气根本不能流通。不管里面有什么活物，就算它寿命有3000年，也早被闷死了。况且这只是个棺椁，里面还有好几层棺材呢。我们先撬掉1、2层，再听个清楚。这棺椁看起来挺重的，我记得最重的青铜椁，应该是雷古敦曾侯乙墓的那口巨型棺椁，
大概有9吨，和这一口体型差不多。但是曾侯乙墓的那口是青铜镶嵌木板的，这一口全是青铜，所以这个的重量恐怕远远不止9吨。哎，大奎，来帮忙，用刀把接缝处的火旗刮掉，我们用撬杆把青铜椁板撬起来。来，再推。好，我也来。这块板起码得有800多斤重吧，这根本推不动。来，试试用肩膀顶，把板翻到一边，快！好。棺材板终于被掀开了，一具精致的镶玉漆棺映入众人眼帘。棺上镶满了排列得十分工整的玉石，分菱形和圆形2种方式排列，概括了天圆地方的说法。那玉嵌套棺里是一口彩绘漆木棺，因为外面被玉石贴住了，让人看不出上面画的是什么。给我们脱玉，这下横着走都行了。你住手！这是新疆玛纳斯玉，你要是把玉拆开来卖，只能卖个10几万，我们这么多人还不够分呢。你得把玉嵌套棺整个拿下来才值钱，啊！是，三爷。一般战国诸王侯都是2重椁3层棺，如果把那树算第1层椁的话，现在我们已经去掉2椁2棺了。下面那一层应该是最贵重的。来，吴三省说完，小心翼翼地用小刀将所有的金线从那漆棺上剥下来。为了不弄坏那玉嵌套棺，他剥得很小心，花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把整套的玉嵌套棺取了下来。这木棺上居然有彩绘，看起来是几幅叙事性的画。棺材板上的那幅可能是棺材刚刚入殓时的情景，一棵巨大的树中间裂了一个洞，青铜棺椁被很多骷髅抬着，还没有盖上盖子，边上有很多人正恭敬地跪在那里。好了，哎呀，这东西太有分量了！哎，那我继续开里边的彩绘漆木棺了啊！哎，你看见鬼就晕，看到钱就不要命，这下面只有1层了，别毛手毛脚了，悠着点。嘘，等等，这里面好像有呼吸声。什么？三叔，你确定是有东西在喘气？要说是鬼叫，我都更能接受一些。该不会是个活死人吧？啊！放屁！别在这里给我胡扯！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那把那棺材板给盖回去。吴三省说着，摸出黑驴蹄子夹在腋窝里，做了个手势。吴邪忙端起枪，大奎抡起手里的撬杆，守在那棺材边上，准备不管什么东西跳出来，先给他来一下。让我来看看是个什么东西。住手！第40集，狱俑。众人心中一惊，回头一看，原来那胖子已经醒了。哎，不行啊！这样开会出事儿的。就你们这点阅历，还想倒他的斗，真是茅坑里打手电，
找屎。那你说怎么开？啊？来，给你胖爷让条道。胖子将手伸入漆棺和青铜棺椁的缝隙里，闭眼摸索了许久。突然，胖子手一发力，棺材竟然从中间整齐地裂了开来。那一刹那，一声极其凄惨的叫声似乎从棺材里传了出来，在场的所有人瞬间吓得腿软。退后！胖子立刻跳回来，吴邪端起枪，对准棺材，迅速退后了几步。只见那漆棺像一朵莲花般从棺椁中升起，随后左右裂开的棺盖便翻了下来。竟然有这种巧夺天工的设计！啊，这是……忽然，一个身着黑色盔甲的人从棺材里坐了起来，吴邪肩膀一抬，手指已经扣在了扳机上。别动啊！他身上穿的都是宝贝，别给我弄坏了。这应该就是鲁殇王了，居然是尸尸，真是罕见。哟，五官都扭曲了，看样子他死的时候非常痛苦。吴邪跟在吴三省后面，壮着胆子往前探。奇怪，这鲁殇王都有办法让少女的尸体千年不腐，怎么自己的尸体反倒不好好保存？谁知道呢？我还以为又是个粽子。哎，你们看这里，后面有个木头撑着他，难怪他能坐起来。这个机关连接着棺材，刚刚要是普通的盗墓贼，吓都吓死了。这鲁殇王真是处心积虑，可惜他也应该想到的，怕鬼的不倒斗，倒斗的不怕鬼。敢在晚上开别人棺材的，都是些亡命之徒。这样吓唬人的伎俩，也未免太小看我们了。来，看这里，鲁殇王身上这件盔甲，其实就是最后一层棺材，学名叫金缕玉甲。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上面的玉片都变成黑色的了。这尸体怎么还在动啊？他还有呼吸！所有人都看到，那尸体的胸口竟然还在不停地起伏，好像还有呼吸。那呼吸声听起来非常明显，吴邪离得最近，几乎能看到有湿气从他的鼻子里喷出来。大奎哪儿见过这个，也顾不上在墓室中直接大叫出声。这东西好像是活的啊！这尸体怎么会喘气啊？你们以前碰到过这种事没？我当然没有啊！要是经常碰到这种事儿，我宁愿去扫厕所也不来倒斗啊！别管是什么，快给他一梭子，不死也死了。等一下他要是真站起来了，那就麻烦了。有道理，大家离远点。别动！对，怎么了，三叔？这不是玉俑吗？我的天，原来这个东西真的存在！造化！我吴老三倒了这么久的斗，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件神器，那是玉俑啊！玉俑？那是什么？只要穿了这个东西，人就会返老还童。你看到没有啊？这是真的，这具尸体就是证据。第41集，血尸头颅。在春秋战国时期，
40、50岁已经算是很老的年纪了。但是这鲁商王虽然肌肉干瘪，你瞧他面貌却还非常年轻啊。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返老还童这种事情？真没想到，这秦始皇都找不着的东西，原来在他身上呢。哎，那个什么三爷，你知道这东西怎么脱吗？听说这东西从外面是脱不掉的，唉，这也是个麻烦。难道我们要把尸体整个背出去？胖子和吴三省检查来检查去，鲁商王的尸体就这样被他们拉胳膊拽腿，一点脾气也没有，似乎真没什么危险。众人悬着的心这才逐渐缓和下来。如果把这玉俑脱下来，里面的人会怎么样？嗨，那胖爷我倒真不知道，大不了灰飞烟灭呗。那他本来活得好好的，我们这样不是变成谋杀了吗？小同志，这倒斗要是都有你这思想觉悟，那就啥也别干了。这古代的王公贵族哪个不是满手血腥？就算揪出来也得枪毙，你还担心这个？吃饱了撑的吧你？也对啊。吴邪见其他人忙上忙下，也不好意思闲着，就去检查棺材，想看看陪葬品里还有没有别的好东西。棺底是厚厚的一层鳞片状的东西，里面一层一层则是些叫不出名字的名器。吴邪抓了一把鳞片，递到了吴三省面前。三叔，这些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他脱落下来的人皮。这鲁商王是得了皮肤病吗？掉这么多皮？你别瞎扯，那是他脱下来的老皮，每脱一次就年轻一点儿。你看这皮量，脱了得有5、6次了吧？好恶心，像蛇皮一样。哎，有门！胖子突然大叫一声，众人围上去一看，这玉俑的腋窝里有一块玉，只见那玉上的金丝多了一个线头。我说死胖子，你眼睛也太尖了，这里多个线头也能看出来。你们这些南派的同志杀心太重，捣什么木都是连锅端，这倒斗是细致的手艺，看着没？今天要没你们家胖爷我，你们得把这尸体融了才能把这玉俑拖出来。去你的，还不知道是不是呢？说不定本来这里就多了个线头。你还别不信邪啊！胖子伸手去扯那根线头，谁知手刚伸到一半，眼前突然有什么东西闪过，电光石火间，反应最快的吴三省一脚将胖子踹飞出去。胖子刚让开，一把黑刀通的一声插到了树上，没进去大半截儿。我靠！我脑袋还在，妈，吓死了！什么人？顺着刀飞来的方向，众人回头一看，只见小哥站在台阶下面，浑身鲜血，身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青色的麒麟纹身。他的左手保持着制刀的动作，右手则提着一个奇怪的东西。当吴邪看清楚那东西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手里提的是那具血尸的头。小哥看着众人，步履蹒跚地走上了台阶。他的呼吸非常沉重，从满身伤痕来看，似乎是刚经历了一场恶战。他先看了看那口棺材，随后对其他人摆了摆手：“让开！”哎，你刚才干什么呢？杀你！杀我？那让爷爷我他妈先杀了你！哎呀，你别慌，
小哥做事肯定有理由，咱们先听个清楚。他这一路也没少救你的命，对不对？悠着点儿。哼，你们人多，胖爷我双拳难敌四手，没办法，你们怎么说怎么是。吴三省开口相劝，大奎出手阻拦，胖子也不好再动手。这时，小哥将手中的血尸头颅放到玉床上。这具血尸，就是这玉俑的上一个主人。鲁山王叨叨的时候发现了他，把玉俑脱了下来，他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进这个玉俑，每500年脱一次皮，只有在脱皮的时候才能将玉俑脱下，不然就会变成血尸。现在你们面前这具活尸已经3000多年了，你刚才只要一拉线头，里面就会马上起尸，你们全都会死在这里面。第42集，紫玉匣子。糟了，你这可能是伤到内脏了。小哥，我盘子嘴巴直，你不要见怪啊。你知道的也太多了，如果方便，不妨说个明白。你到底是哪路神仙？你救了我一命，如果我有命出去，要登门去拜个谢。潘子这番话说得婉转，又有理有据，让人难以拒绝。可没想到，小哥还是一声不吭。只见他走到鲁商王的尸体面前，厌恶地打量了一眼，眼里闪过一阵寒光。他这是想干什么？小哥一把掐住那尸体的脖子，将他提出了棺材。尸体的喉咙里发出了一声尖叫，竟然不停地抖动了起来。你活得够久了，可以死了。小哥手中青筋爆出，随即是一声骨头的爆裂声。只见那尸体四肢不停颤抖着，最后一蹬腿，皮肤迅速变成了黑色。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小哥将尸体随手一扔，好像那玉俑根本就是个垃圾，不值一提。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和这鲁商王有什么深仇大恨？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嘿，这什么道理啊？啊，我们辛辛苦苦下到这墓里来，好不容易开了这棺材，你二话不说就把尸体掐死了，你至少给我们个交代啊！你们要知道的一切，都在那个匣子里。小哥转过头，看着放在玉床上的血尸头颅，表情非常悲凉。接着，他指了指那彩绘漆棺后部的一只紫玉匣子。紫玉就是紫水晶，一般用来做护身符和辟邪之物，很少会拿来做匣子。这匣子看起来是用整块紫玉挖出来的，十分罕见。看放的位置，应该是给尸体当枕头用的。一般的玉枕已经很珍贵了，这紫玉的更是价值连城，恐怕连当时的皇帝都没有这种待遇。走，去看看。众人小心翼翼地捧出那只盒子，放到地上。因为紫玉不耐琢磨，所以盒子上没有任何图案，只是在盒盖处镶了一道金边，而且没有锁。是一卷镶金丝帛啊！这东西的纤维里镶嵌着金丝，保存的非常好啊！啊，里面有字：“明公商王帝书。”哎呀，这字这么小，也他妈看不懂，还是那玉俑更适合你胖爷的胃口。胖子果断地丢下了帛书，转头去研究玉俑。此时，小哥拔出了树上的刀，
躺在玉石床边上，默默盯着鲁商王的尸体，眼神迷离了起来。而吴邪和吴三省则坐在旁边，仔细翻看帛书上的文字。以我的水平，只能懂些片段，但这些片段连起来，就能看出个大概。三叔，你看，明公商王帝书旁边的这些小字，是他自己写的序，后面写的则是他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重大事件。如果要全翻译出来的话，恐怕10天半个月都搞不定。不过好在其中最主要的2件事，我都看得懂。哪2件事？快说说。第一件事是鲁商王得到鬼玺的经过。他25岁继承了父亲的官位，为鲁国的军队盗掘古墓，出黄金以凑军饷。有一次，他进入一个不知道什么年代的墓穴，那棺材里躺着的竟然是条巨蛇，一动也不动。鲁商王胆子非常大，他心说，巨蛇卧棺，肯定是妖孽，一刀就把这蛇给剁了，强行下令把蛇开膛破肚。结果，从那蛇肚子里剖出来一只紫金盒子。等等，难道我放在包里的那只盒子，就是从蛇肚子里剖出来的？第43集，帛书记载。哎呀，别停啊，接着说。哦，那鲁商王对这盒子也没放在心上，只当是被蛇吞进去的。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梦到一个白胡子老头，问他为什么要杀我？想杀就杀。鲁商王平时非常暴力，没少杀人，杀了就忘，也不知道这个老头是谁。那老头突然就变成一条巨蛇来咬他，谁知道那鲁商王凶得要命，在梦里又一刀把那蛇给砍伤了，然后一脚踩上去就要砍那蛇头。巨蛇突然开口求饶：“我的肉身已经被你杀了，如果魂魄再被杀了，就永不得超生了。如果你肯放我一马，我就传你2件宝物，可使你位极人臣。”好，我答应你。当时盗墓的军官虽然隶属皇帝直接管理，但是地位很低，而鲁商王自视非常之高，这个条件对他非常有吸引力，就答应了。那蛇就把怎么打开肚子里那只紫金盒子的办法告诉了他，还传授给他里面宝物的使用方法。鲁商王听完之后，深得其中之妙，觉得此事只应天知，不可传于天下，就一刀把那蛇头剁了下来。这鲁商王也太狠了。哎，那个宝物肯定是鬼玺，那另一个是什么？古籍里从来没提过，会不会就是这个玉俑啊？哎呀，不要急，让我看看。那鲁商王醒了之后，用梦里的办法一试，果然打开了那个盒子。但是他这里始终没写里面是什么宝物，就说鲁商王用了一下，感觉颇为顺手，又觉得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就将他带去的随从连同他们的家属一一残杀了，连刚满月的小孩子都没放过。这鲁商王肯定有点心理问题吧，不然怎么可能凶残到这种地步呢？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杀掉这么多人啊？肯定是用了那宝物。哎呦，真是急死了！你快看看下面有没有写是什么东西。你怎么这么多废话？收拾你的御俑去。得，我不插嘴不就行了吗？你念快一点，肠子都痒了。接下来的几10年，鲁商王凭借那2件宝物，无往不胜，无论是打仗还是朝政，战无不克，风光一时。但是到了晚年，因为多年接触湿气，他的身体出现了很多顽疾，而且皇帝嫌他年纪太大，就收回了他的兵权，只让他倒斗，
不理军务，这其实是把他贬了下来。随着鲁殇王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开始有点怕死起来。有一天，他梦到了几十年前的那条巨蛇，那巨蛇和他说：“你的死期已经到了，我们都在地府里等你。”军师，军师，快想想办法！我要怎么做才能长生？上古时代有一种玉俑，穿在身上可以使人返老还童、长生不老。可惜早已绝迹，要找，只能去古墓里找了。鲁殇王那个时候已经穷途末路了，这铁面先生的话，不管是不是真的，都给了他一线希望。而且倒斗又是他的强项，于是鲁殇王开始彻夜研究古籍。那个时候的文献资料还是比较丰富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失传。终于，他在一处简书中发现了一个可能有玉俑的大墓。吴邪说的这墓，便是后来鲁殇王动用3000多人，花了半年时间开凿山体，最终找到的一个规模巨大的西周皇陵。那个时候，各国的国力都不怎么样，所以这个皇陵的规模在当时已经是叹为观止了。那墓开山而建，利用天然的洞穴，里面的墓道运用周易八卦的原理，极其复杂。要不是鲁殇王精通奇门遁甲，是根本没法走进去的。最神奇的是，在作为主墓的那个岩洞里，还有一棵叫做九头蛇柏的巨树。在那棵巨树下面，有一具穿着黑色金缕玉衣的、几乎皮包骨头的青年男尸，在玉床上打坐。这就是玉俑。这青年男尸似死非死，每隔一段时间，身上的死皮就会脱落，从里面长出新皮来。我估计，这个青年男子死的时候，必然是一个枯朽的老人。看来这个铁面先生十分了得呀。没错，他还知道如何克制血尸。他用特殊的方法将玉俑里的男尸取出，封入副墓室的石棺中。鲁殇王按照铁面先生定下的计划，吃了假死药，在皇帝面前假死。皇帝以为他真的可以在阴阳两界来去自如，非常害怕，所以为了安抚他，就给了他高出一般诸侯王的墓葬待遇。他的亲信就以开凿坟墓为理由，暗地里在这座西周皇陵之上修了一座扇子一样的古墓。你刚才说他非常了解盗墓的各种技巧，这古墓里的遗阵就是他布下的。混淆视听呢？对，他留下了7口假棺，而把自己藏在西周墓的千年古树里。在进棺材之前，他把参与工程的所有人全部杀掉，推入河中，然后又毒死了他的所有随从，只留下1男1女2个忠心的亲信，将他入殓。那2个人也在完成全部事情后，服毒而死了。所以尸洞里的大多数古尸，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堆积下来的。是的。哦，对了，三叔，那个铁面先生最后到底是什么结局？这里好像并没有提到。难道他也殉葬死了？哼，这种人是非常聪明的，他应该早就料到鲁殇王会杀人灭口，所以肯定不会愚忠的为他陪葬。他当然不会，因为到最后，躺在玉俑里的不是鲁殇王，而是他自己。
第44集，谎言。小哥此话一出，吴邪不由一愣，一个猜想瞬间涌入了他的脑海。难道最后关头，两个人竟然调包了？没错，这个人处心积虑，只不过是想借鲁殇王的势力，实现自己长生不老的目的而已。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好像亲身经历过一样。我不是经历过，只不过前几年叨叨的时候，我曾在一个肃墓里找到一套完整的战国帛书。这份东西，其实就是那铁面先生的自传。他在教授鲁殇王所有计划之后，就放火烧死了自己一家老小，将一具乞丐尸体丢入火中，冒充他自己，然后他装成乞丐逃过一死。鲁殇王虽然知道有蹊跷，但也没有办法。最后，他等鲁殇王入葬后，轻易地潜入墓穴，将已经毫无抵抗能力的鲁殇王拖出狱俑，自己逃了进去。这鲁殇王苦心经营，结果却为他人做了嫁衣，恐怕他自己也没料到吧。可是有点奇怪啊，如果那具鲁殇王的尸体被拖了出来，岂不又是一具血尸？那这里应该有2具啊。这个他书里没有写，可能是因为鲁殇王入俑的时间太短，还不能变成血尸。一本自传，这些他只是略微提了一下，不可能会有详细的记载。他这话听着怎么有点假呢？三叔，你是不是也觉得有点不对？算了，既然人家不想说，谎话都编出来了，再去拆穿他，多没意思。天快亮了，我们差不多该出去了。哎，不行啊，咱们还没找到鬼玺呢，这里好东西这么多，现在走不是白来了？那你可以自己留下。行，不过怎么样也要把这玉俑带走吧？这东西天下可能只有这么一件了。我胖爷可是为大家着想啊！那你还磨蹭什么？速战速决，赶快离开这鬼地方！好嘞！你们处理狱俑，我正好眯一会儿。下雨了吗？吴邪抬头一看，只见那血尸的怪脸已经探出狱床，2只没有瞳孔的眼睛近在咫尺，几乎要贴到他的眉毛上。吴邪立马吓得跳了起来，只见那血尸的头颅竟然还在狱床上滚动着。这时，这个头颅竟然滚落到了地上，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瞧瞧。别动，先看看。就在这时，一只非常小的红色尸鳖咬破血尸的头皮，爬了出来。我靠，这么小一只，也敢在爷爷这里露脸？你个笨蛋，这只是鳖王，你弄死了它，可就闯大祸了。啊，这么小一只会是鳖王？那些大个的岂不是要郁闷死了？我们快点离开，鳖王在这里，我克制不住这些尸鳖，会非常棘手。忽然，这只红色的小尸鳖发出吱吱2声怪叫，抖了抖翅膀，展翅向众人飞了过来。有毒，碰一下就会死，快让开！小哥一提醒，吴三省反应极快，一个转身避开了尸鳖。然而，身后的大奎本来就有点浑浑噩噩的，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竟然条件反射的一把捏住了那只虫子。大奎的手瞬间就变成了血红色。不仅如此，
那鲜红的血色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上蔓延。他中毒了，快点断他的手！第45集，尸鳖海。胖子反应最快，冲过来抢小哥的刀。小哥已经非常虚弱，被这么一撞，黑刀就脱了手。胖子凌空一接，突然整个人往下一沉。哎呦，妈，怎么这么沉呢？胖子几次尝试，竟然都举不起那把黑刀。等他再想尝试其他办法，已经来不及了。仅仅几秒钟的功夫，大奎的全身都已经变成了血红色，好像所有的皮肤突然融化了一样。他看着自己的手，非常恐惧，想叫却叫不出声。吴邪于心不忍，想冲上去帮忙，却被身旁的小哥拉住。不能碰他，碰到就死。一听这话，其他人立马远远地躲开。见同伴们像见到怪物一般退开，大奎更加恐惧，直接朝吴邪冲了过去。这话，小心！大奎扑了个空，又如同看到救命稻草一般扑向不远处的潘子。潘子伤势严重，反应不及，眼看就要被大奎抓住。不好！快住手！你拿枪干什么？没办法了，不行！刹那间，子弹贯穿了大奎的脑袋，他整个人一震，翻倒在地上。怎么会这样？吴邪脑子一片空白。就在这时，那只红色的小尸鳖又从大奎的手里钻了出来，抖了抖翅膀。都是这东西害的！不要！胖子一把抄起紫玉匣子，把那尸鳖砸得稀烂。一时间，洞穴里死一般寂静，一点声音也听不到。小哥猛地抓了一把地上的石尘，撒在自己身上，朝周围人大叫：“快走，不然就来不及了！”哎，为什么要走啊？话音刚落，原本寂静的洞穴突然嘈杂起来，无数的吱吱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来。众人抬头看去，只见岩洞上大大小小的洞穴里，1只、2只、3只、10只、100只，无数青色的尸鳖潮水一般的涌了出来，一浪接一浪，后面的踩着前面的，铺天盖地的爬了过来。快跑！吴三省一把背起潘子，顺势一推吴邪。然而死到临头了，那胖子竟然还惦记着地上的紫玉匣子。不要命了！真他妈可惜了！胖子一看实在带不走，只能一把抓起香金丝帛塞进兜里，跟着其他人往树上爬。那树上乱七八糟的藤蔓和凸起很多，非常好攀爬，像吴邪这样身手的人都能一下子爬上10几米。这时那些尸鳖已经全部涌到了树下，吴邪往下一看，后背都凉透了。整棵树下面全是青色的，要是掉下去，估计骨头都不剩了。那些尸鳖有意识地集结了一下，突然就开始跳上来。他们爬树比人快多了，一下子就到了吴邪他们的脚跟处。小同志，
你不是说你们这小哥的血比驱蚊水还厉害吗？真没用啊！哎，别废话了！啊！妈的，这玩意儿爬得真快！吴邪脚下突然一疼，一只爬得最快的尸鳖已经咬住了他的小腿。他一脚踢掉尸鳖，往下一瞧，脚下争先恐后逼近的尸鳖群令他心惊肉跳。炸药！玉床边上那个包里还有炸药。四叔，在哪边啊？你坐在边上都不知道啊？在左边那个口袋里。吴邪往下一看，炸药包已然被掩埋在尸鳖海里，根本看不到。吴邪连开了几枪，只打飞了几只。这时，一旁的小哥从口袋里掏出几只火折子，点着往玉床上一扔。此时的尸鳖虽然已不怕他的血，但是仍旧怕火。一见有火下来，歘的一声，让开了一个大圈子，一下子就露出了那只背包。哎，快点点个炮仗！我屁股上挂了好几只虫子，顶不住了！操，不行，那里面炸药太多了，炸了我们也会没命。尸鳖越来越多了，现在有一肯定就死路一条，管不了那么多了，死就死了。吴邪一咬牙，心一横，对准背包就是一个点射。第46集，陪葬。轰的一声巨响，尸鳖海中爆出一个红色的火球，一股强烈的气浪席卷了整个洞穴。吴邪整个人如同风筝一般，被气浪掀起，然后重重地拍在大树上。他的眼前一片漆黑，脑子嗡嗡直叫，耳朵什么都听不到了。过了好久，他才缓过来，一看，下面的尸鳖已经被气浪冲飞不少。他转头也看不到其他人了，连忙手脚并用往上爬。因为身上涂了下面10台的粉末，那些鬼手藤看到他，纷纷让开。这个时候，下面又传来了一片嘈杂的叫声，那些尸鳖又像潮水一样聚拢了过来。太多了！离出路就剩几步了，咬吧，反正你短时间内也咬不死我。到了地面，有你们好看的！吴邪心一横，干脆不理会身上的尸鳖，加速往上爬。就在这个时候，他抓住树枝的手突然一阵剧痛，转过头一看，只见一张血脸从树干后面探了出来。2只几乎要爆出来的眼珠子直直地盯着他。妈呀！吴邪被吓得魂飞魄散，然而仔细一瞧，这张血肉模糊的脸似乎有些眼熟。大奎，你还活着？竟然真的是大奎。此时的大奎左边脑袋上被子弹削去一块皮，都能看到骨头了，可是没有伤到里面的大脑。大奎，快上去，说不定还有救。然而大奎却纹丝不动，十分怨毒地看向吴邪，仿佛在怪他们舍他而去。吴邪心里一慌，但手却被大奎紧紧拉住。更糟的是，那种恐怖的血红色已经从大奎手上蔓延到了吴邪手上。吴邪只觉得手背传来一阵火辣辣的奇痒。完了！大奎，你就放我走吧，
这就是命。如果你还想活下去，就跟我上去，说不定还能治好。不然你拉着我陪葬也没用啊！大奎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发了疯一样扑上来，两只眼睛里全是凶光，好像完全丧失了理智。突然，他一把掐住了吴邪的脖子。这家伙真想杀了我呀！生死关头，吴邪也起了杀心，他一脚踢开大奎，趁他手一松，贴着他的胸口就扣动了扳机，磨平了头的手枪弹射入了大奎的胸膛，将他打得血花四溅，飞了出去。大奎在空中四处乱抓，但什么都没抓到，重重地摔进尸鳖堆里。别怪我，大奎，我也不想这样。吴邪并没有死里逃生的喜悦，他被大奎抓过的手已经完全没有知觉了，根本感觉不到自己还有没有抓着树枝，只觉得身子直往下掉。于是他忙伸出另一只手去抓边上的鬼手藤，可那只手上有天心眼粉，藤蔓一下子就缩了进去。靠，这下完了！吴邪整个人滑了下去，撞在一根大树枝上，他勉强用双腿夹住树干，才停止了继续下滑。可是四周大群的尸鳖又围了上来。真没想到，我现在竟然有这么多死法可以选择，要不摔死，要不就被虫子咬死，要不就被毒死。天真是对我不薄啊！嗨，你他妈竟然还有心思在这儿趴着！你看看老子屁股，被咬得这儿窟窿了。耳畔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吴邪扭头一看，是那胖子。手给我！别碰我！我中了毒，你自己先走吧，我没救了。你先拿个镜子照照啊！你面色比我还好，简直是面色红润有光泽，怎么可能中毒啊？胖子不由分说，拉过吴邪，背起他，咬着牙向上爬去。吴邪感到奇怪，低头一瞧，发现虽然满手都是红色的疹子，就好像被几千只蚊子咬过一样，可那红色到了肩膀就止住了，现在反而还在慢慢的消退。啊，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那毒对我没用？第47集，火烧尸鳖。胖子背着吴邪向上攀爬，背后的尸鳖全都跳到了吴邪的屁股上，张嘴就咬，疼得他呲牙咧嘴。胖子，我还以为你是好心，原来是想把我当挡箭牌啊！你啰嗦什么？不服气你来背我！没看见老子屁股上已经没好肉了吗？身后多了一个人的重量，胖子爬树的速度大大的减缓了，而且由于九头蛇摆靠近树干的一圈挂的全是尸体，一不留神就会撞到，攀爬变得更加艰难了。幸好那些尸鳖也分不清是尸体还是活人，一旦尸体被胖子撞得转圈，不少尸鳖就会被吸引过去，大咬特咬。哎，我有主意了，你快去撞那些尸体，能拨的都给它拨下，让它们动起来。不是吧？哎呀，算了，小命要紧。一路上，吴邪见一个尸体就踢一脚，一时间，他们经过的地方全是打转的尸体。果然，乱动的尸体们吸引了虫子的注意力，胖子和吴邪趁机加快了速度，和他们拉开了距离。与此同时，吴邪也觉得自己的手脚慢慢地恢复了知觉。奇怪，难道这毒真的对我不起作用？对了，我中毒时的感觉和笔记里爷爷记录的一样，
最后爷爷也没有死，难道是因为这样，我身上也遗传了免疫力？胖子，我能动了，把我放下来吧。真是累死你爷爷了。风水轮流转，在石台上的时候，我被你背得吐血，现在算扯平了。这时，吴邪忽然看到，有个人坐在胖子背后的一根树枝上，对他招了招手。吴邪心中一惊，忙揉了揉眼睛，那人却已不见了。别磨蹭了，快走！等一下，左边，我刚刚看到有个人在对我招手。胖子跟着吴邪爬到树后一看，那里根本没有人，只有一个勉强容纳一个人的树洞，里面黑漆漆的。胖子打开手电往里一照，却被吓了一跳。只见那洞中有一堆卷起的藤蔓，里面缠着一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两只蓝色的眼睛已经浑浊的看不到瞳孔了，嘴巴张得大大的。怎么是个死人呢？你该不是看到鬼了吧？这洞里这么多怪事，就算是鬼也不稀奇了。既然他招手让我过来，肯定是有什么目的。吴邪看向尸体张开的嘴巴，那具尸体的下巴已经完全烂穿了，但手里却紧紧地抓着一块吊坠。这时，下面的尸鳖又追了上来，吴邪抓起吊坠给尸体敬了个礼，然后和胖子一起向上爬去。由于离裂缝不远，片刻后，二人便抵达了地面。那些虫子好像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还没到休息的时候，快跑！他们在下面待了太久，已经搞不清楚地面上的方向了。只见前面草丛里突然跑出来一个人，好像还扛着什么东西跑过来。三叔，大侄子，太好了，快去后面把那些汽油都搬过来。原来那条裂缝与最初下盗洞的地方只隔了一个矮悬崖，先前的装备都还在，那些汽油桶刚好可以用来对付尸鳖。好，这下可有你们好看的了。吴邪心中大喜，赶紧和胖子一起，一人扛起一桶跑回去。这时，吴三省已经将第一桶汽油全部浇了下去，随后点着一个打火机扔了下去。就见火光一冲，马上就是一阵扑鼻的焦臭味儿，那如潮水一般的虫子瞬间就退了回去。吴邪和胖子继续将第二桶、第三桶汽油也倒了下去，裂缝里喷出来的火几乎比2个人还高，彻底挡住了那些尸鳖。吴邪后退了一步，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吊坠，上面是一块名牌。James， 应该是这块名牌的主人。有机会，我会把这个还给你的家人。现在你就安息吧。哎，那个谁的三叔，怎么只有你啊？那俩人呢？潘子在后面躺着，情况有点不太妙，好像是发烧了。那小哥我一直没见到，我还以为他和你们在一起呢。爆炸后我就根本没看见他，恐怕凶多吉少了。不会，这个人神出鬼没的，而且刚才他一直在我们上面，就算被气浪冲散，估计也是冲到上面来了。闷油瓶虽然厉害，在炸药面前还是和我们一样的。如果他被气浪甩到树外面去，那估计是活不了了。
第48集，山火。吴邪一行人在附近找了一圈，没找到小哥的踪迹，只好先回营地里收拾东西。他们点起篝火，把包裹里的罐头热了来吃。吴三省一边吃一边指了指后面的矮悬崖。你们看啊，这营地就在这裂缝的边上，看样子那老头子看到的树妖就是那棵蛇柏了。肯定是他们晚上庆祝的时候动静太大，把这蛇柏啊从裂缝里吸引了出来。幸亏我们没过夜，直接下到盗洞里去了，不然恐怕早就被这蛇柏拖走了。哎呦，不知道那火能烧到什么时候。如果火灭了，那些虫子再出来就麻烦了。哎呀，这天也快亮了，咱们先赶紧出了这个森林再说吧。你说的对，我们速战速决。大家匆匆吃完罐头，胖子和吴三省轮流背着潘子，就往树林里进发，逃命似的赶路。他们的体力已经到达极限，走到最后，几乎是凭借着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他们走了将近半天加一个早晨的时间，才走出那片树林，然后翻过那泥石流形成的石头小坡，终于看到了那亲切的小村庄。进村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潘子送去卫生所。村里的赤脚医生过来一看，眉头大皱，忙招呼护士过来帮忙。大爷，怎么弄成这样了？快准备酒精和纱布！医生和护士忙碌起来，见潘子得到救治，放下心的吴邪感到一股不可遏制的困意，那是真的累到极点的睡眠，一个梦都没做，也不知道睡了多久。醒过来的时候，他只听见外面乱作一团。三叔，发生什么事了？三叔。吴三省和胖子睡得比吴邪还要沉，吴邪赶忙跑出卫生所，只见村里拉板车的、拉骡子的，正急急忙忙的都往山里赶。难道我们那一把火把林子给烧着了？烧动的时候确实没做什么防火措施，如果那火蔓延开，把森林烧起来了，那可就惹了大祸了。三叔，怎么了，大侄子？山上起火了！什么？不会是？去看看！叔侄俩就地取材，从卫生所搬出2只接尿用的便器，跟着大部队就向山里跑去。没跑几步，一辆驴拉板车从背后隆隆地开过来。只见胖子正坐在板车上，举着脸盆大叫：“闯祸了！快上来，快去救火！”吴邪和吴三省也跳了上去，驴车歪歪扭扭地开出村口，只见远处的山上一大片黑烟，火势很大的样子。看方向，还真是我们！快打电话给部队呀！前面的山塌方了！坏了，可能是那岩洞被火烧塌了。要是那些士兵从洞里冲出来，那可真就麻烦了。吴邪他们快驴加鞭，来到泥石流冲出的土堆旁，一路上胖子狂抽鞭子，把那驴屁股都给抽肿了。此时已有许多村民正在救火，他们平时都是经过森林防火训练的，一部分人在树林里开路，另一部分用脸盆打水往里面运去。吴邪看得直着急，这附近没有水源，得到村里去打水，来回一趟至少2个小时。于是他忙喊道：“老乡们，别打水了，这点水根本灭不了火，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了，还是等部队过来吧。”那什么人啊？神经病！小伙子，这些水都是用来喝的，火场里边没水喝，很快就会干死了。
那我们呢，从这边看出一条防火带来，火烧到这边就没东西烧了，它自己就会灭了。你们不懂的就不从这路瞎掺和了，行吧？正说着，老人看了一眼吴邪和吴三省手里的便器，无奈地摇了摇头。哎，这一下面子丢大了。就这样，吴邪他们跟着大部队急忙进了树林，路上的树全部被砍掉了，走起来快了很多。大概1个小时以后，他们已经接近目的地了。那些村民都拿出口罩往水里一浸，戴在脸上。胖子的衣服本来就没剩多少布了，他竟然拿出那块香金丝帛就浸在水里，绑到自己脸上，拿起把铲子学着那些村民挖防火沟渠。3个人不知疲倦，一直干到了下午2点多。这时天空中终于出现了护林队的直升机，很多部队在树林里集结，替下了他们。幸运的是，这场大火没有造成人员死亡，最后清点人数时，只有几个人受了点轻伤。第49集，赝品。终于回来了。烧饼，吃吧。谢谢啊。哇，太好吃了！几位是城里边来的吧？啊，我是这路的村支书。你们能有这么高的觉悟啊，真是非常少见呀！你千万别夸了，再夸我心里更过意不去了。你要是知道我们就是那纵火犯，非掐死我们不可。吴邪3人终于得空回招待所洗了个澡，一脱衣服，这才发现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不是淤青就是破了皮。逃命的时候还没察觉，这一闲下来，到处都开始疼。从浴室出来，3人疼得几乎迈不开腿，一沾床就呼呼大睡起来，一直睡到第2天中午。吴邪最先醒过来，他下楼吃了个饭，问了问服务员山火的事情。恁说那火呀，已经灭了，这种规模只能算个小山火，部队现在都撤了。那就好。吴邪又来到卫生所，却不见潘子的踪影。啊，别担心啊，恁的朋友虽然还没有醒，但呼吸已经都缓和了。现在已经被送到济南的千佛山医院去了。好，谢谢医生。几天后，3人回到济南。胖子一下火车就急急忙忙地和吴邪他们分了手，只留下一个电话说以后再联系，还把香金丝帛交给了吴三省处理。吴邪和吴三省则是先到收容潘子的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2人住在医院附近的酒店里，等待着仍然昏迷中的潘子。哎，气死我了！竟然被人摆了一道，这去古玩市场淘货啦？我说三叔，以你的资历还被骗，说明那东西仿得好。你再转手出去，肯定也没问题啊。转手？你转个屁呀！我说的不是古董，是这个东西。吴三省掏出来的竟然是那块香金丝帛，吴邪几乎从床上滚下来。什么？不可能啊！千真万确，这个东西里的黄金含量，我送去检验，纯度太高。那个时代根本无法炼出来，这是一份几乎完美的赝品。
竟然会这样！我老早就在怀疑了。那个年轻人明明可以击败血尸，为什么一开始一味的逃跑？啊，到最后他才将血尸除掉。他必然是想借此甩开我们，自己一个人去做一些事情。难道他和我们走散的那段时间里，已经去过那个洞穴，打开过鲁殇王的棺材，将这块假的镶金丝帛放了进去？这怎么可能啊？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到？而且那树洞是被那些铁链扯开的，只要被人打开过，我们一定能看出痕迹的呀。哼，你有没有看过那棺材的背面？它是倒斗的，很可能在树的背后挖了个盗洞，直接从棺材的背面将那镶金丝帛调包了。唉，可怜我10几年的江湖经验也没看出来，这个人真的是深不可测啊！我本来还以为他只是发丘中郎将的后人，看样子他的来历恐怕远不止这么简单。难道上面记录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恐怕是假的。这些《山海经》一样的故事啊，本来听起来就不太可信。只不过当时我们被那个古墓的神秘气氛所感染，竟然就相信了。现在回忆起来，破绽太多了。而且你想想，就你那水平，为什么能看懂最重要的那2段，其他那些都看不太懂？说明这2段他特别做了功夫。看样子这个鲁王宫的秘密只有他知道了。现在那个墓塌了，想再进去看也不可能了。对了，我差点忘了，也不是完全没戏，我从那洞里带了东西出来。